星期几呀？今天是星期二是吧？星期二，我都已经过迷糊了，我跟你们说，我人都过迷糊了。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那个，我们每周呢是直播3场，每周二、每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每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大家能找得到我的地方都关注起来，因为我是游击战直播啊，每一场指不定在什么地方。能在这里相会都是缘分啊，都是缘分。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宝宝，左上角先点关注啊！点了关注以后呢，可以挂一个粉丝灯牌，挂了粉丝灯牌，如果在这个号上开播的话呢，就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好吗？然后如果怕迷路的宝宝，想要找到我们大本营的宝宝，到首页的粉丝群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的首页，找到粉丝群。就可以进粉丝群了。我现在是在我北京的一个闺蜜家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北京的这个闺蜜圈聚会，我们的中国的 YYTS 的富婆俱乐部就在我这里，哈哈，就在我这里。来，我们直接开始，我们开始连麦吧，好不好？我们开始连麦啊！我现在在。你看，我跟闺蜜圈的宝宝们是真闺蜜。你看我一点都不客气，直接上人家住着，酒店钱都给我省了。对，我们来开始连麦吧。哎，那个人呢？怎么回事啊？周周呢？他在线吗？怎么我看不到 ？Hello， 你好。Hello， 曲曲。哎，你好。那个，你能听到吗？可以，你说。1年前刷到你，感觉给我的启发很大。然后在我的推荐下，家中的女性长辈、妈妈、小姨、姥姥都成为了你的忠实粉丝。下面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19岁，双一流大学生，多才多艺，会唱歌、跳舞、弹钢琴，性格、长相都在线，擅长察言观色，与人交往。男嘉宾38岁，基金行业，10几个小目标为外，在一起半年，对方平均每个月付出10个 W， 期间帮我对接小学、初中国际研学的项目，让我出国长见识，顺便让我赚钱，鼓励我学习，读一本书奖励5000块钱，以及帮我在苹果工作的舅舅升职是属于伯乐男的类型。对。然后通过经过的学习，我懂得了如何提供情绪价值，对方也很上头，很爱我，然后对我很照顾，高频次的10点半和谐，双方都很满足，我也很爱他。在我认识之前呢，他和交往了8年的女朋友DIY 了一个小孩，12月份出生。他说前女友在加拿大生活，过完年就把孩子抱走，事先对我说和前女友仅有关于孩子的联系，我表示理解。前2天一不小心看到了暧昧的聊天记录，他的解释是前女友在国外生活，需要情感寄托，有些事情解释不清楚，也一直在安慰我说未来肯定会和我在一起。我这2天都表现得很伤心，但是也表示愿意相信等他处理好。我借题发挥说我没有安全感，提出给我买房子，他也答应了，但我还是想和他长期绑定的。想咨询曲曲的问题是，在他1个月后孩子出生，前女友回国这期间，我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是这样的，咱们这个事儿，哎，你不要退出哦。好的。咱们这个事儿呢，它是分2面看的，一面叫事实层面，一面叫心理层面。其实就是说，从事实层面上，他跟这个女生肯定是有情感关联的。对。所以说呢，他跟你讲的那些东西呢，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听一半就行了。那从心理层面上呢，你可以表现出一定的占有欲啊，或者说相信他说的这些1、2、3、4、5啊，对吧？要跟他做终身绑定啊。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心理层面的上这个东西啊，要受控，知道吗？就是你在给他表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要过度表现了，因为他们的情感关联到底到哪个程度，到底他们之间绑定有多深，实际上在你这个地方是不清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态度表现得过为激烈，很有可能会危及到你的位置。
所以说你就正常一点，就是相信他，然后呢，同时有点小难过啊，可以了，打住。哦，好的好的。那您觉得他是值得我长期绑定的对象吗？你才19啊？对，你绑个毛啊！你绑。你19岁，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被你假定成是一个长期绑定的对象，但是他可以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伯乐之一。你要这么去定位这个事儿就完了，不要过早的把任何一个人看作是你需要去长期绑定的对象，好吧？好的好的，好的。那就是在他比如说想下一步帮我衔接一些项目上，我应该表现出就是特别的积极，然后特别愿意做这些事情。当然，因为这个是对你的成长性有利的呀。而且你看，你肯定是我们金贵的学员吧？对对，你是我们金贵学员，你应该知道，伯乐男本身他会选择你，就是因为他认为你有上进心，你有可塑空间，他能够有养成系的快乐，对吧？对。你今天好漂亮，我好喜欢你。谢谢。那就是我现在还可以就是在同时找别的人吗？有必要吗？我们任何一个动作一定要基于你的方向性来决定，对吧？在现阶段你有没有必要做这个动作？不是说我要不要，你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方向在哪里？就是如果他这边给的少的话，别的地方会给我，心里会觉得平衡一点。那首先的问题就在于你觉得他给的少吗？我觉得他就是在低成本持有我觉得现在是，然后所以说我借这个事情我提出了让他给我买房子，然后他也答应了。不过他说是在他有低成本啊，他每个月平均都有10个 W 啊，这叫低成本吗？那你觉得高成本是啥呀？我是觉得我认识他半年了，他应该给我就是大的付出，类似于买房子这样的。对啊，但你现在不是正好找到气口提出来了吗？找到气口提出来了，咱们后面就往后推就好了呀。你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自己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观念。你刚刚说你认为他是在低成本持有，这个观念本身是不正常的。当你有这个不正常的观念后，你会动作变形的哦。好的好的，好的。我其实是那种特别想赚钱的女孩，我跟她也是在 YC 认识的，但是认识她之后我就不去了，等于说就是在那待了没多久。然后我想之后赚钱就是走一些正常的路子，但是我现在身边又没有什么能利用的东西。你才19岁啊，小姐啊，你什么是正常的路子啊？你告诉我，做个前台。你才19岁。19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打开认知，这还不正常？还要怎么正常？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连麦那些女孩比着都太弱了。你才19，你弱什么？你问问人家19岁都在干嘛？人家19岁有一个月给他付出10个 W 的男朋友吗？不要好高骛远，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啊！你们不要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吗？没有别的问题了。好，拜拜。好，谢谢。我们直播间是这样的，我们直播间所有的连麦，你们必须要提前去找小助理进行审核，然后再上来送价值800个 RMB 的礼物，可以连10分钟。我们直播间的流程比较繁琐，跟那个新进直播间的宝宝先说一下，老粉是知道的，我们直播间的规则是比较繁琐的，因为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容易被盯上的对象。老是有人举报我给你们出的主意都太一针见血了，老是有人举报我，看我不顺眼。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所有的麦呢必须进行提前审核，然后大家必须要熟悉连麦规则，不能够去触犯我们的连麦规则，然后再上来排队啊。你们直接送礼物是没有办法排队的，你们直接在直播间里面直接送的话是不能够进入到排队麦序的。好吗？所以大家就不用浪费钱啊。
来，刚刚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啊！这个想要那个永远跟着曲曲不要走丢的宝宝们啊，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我肯定会一直在互联网上活动的，只不过是在哪里活动而已，好吗？所以大家一定要紧跟我们的步伐，好吗？好吗？啊，19岁的姑娘未来是无限的可能，但是大家都会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因为在我们过于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很希望在特别特别年轻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大富翁，真的。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心态，总觉得我要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大富翁。你们这样的话很容易让自己踩坑，知道吗？动作会变形，发心不对，动作就会变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稳定自己的发心，然后要跟自己说，我们要坚定的做一个长期价值主义者，相信复利的力量。就这2句话，它一定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成长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意义的。就是现阶段你们种下去的每一个种子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开花结果，只不过它不一定是在你的预期的时间之内，或者在预期的点位上，但是它一定会有结果。我们就静待花开，明白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逐渐的积累自己身上的能量，积累你的人脉，积累你的见识，积累你手上的现金流，那么它到一个点上会有一个巨大的爆发，我们就等待那个时机来临就可以了，不要急功近利，好不好？来下一个。觉得我今天漂亮，可能今天是我的生活装，不是生活打扮，生活打扮就是富婆，没毛病，主打就是个富婆。Hello， 你好，你好，终于连上麦了。哎，你好，你说啊？我是之前去年年底有1v1过，就是跟爸爸搞首付款的那个，非常细节，我记得。忘了啊，你这小白富美找爹是吧？找爹。对，不是对。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没搞定的男生，然后最近搞定了，然后想看怎么在这个关系里面，正常判断一下他是否就是适合继续走向婚恋关系。然后因为我下个月过生日，就想怎么看一下怎么推动一下。然后我先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他是就是国内比较知名的一家娱乐公司的外甥。然后我们当时是在一部戏里面认识的，我是去那个戏里面玩，然后他是去当制片人，然后当时就有 feel 到他是有点上头。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北京的时候，他就从老家开车5个小时过来找我，当时我还在1v1玩，问了多多老师，我说这个人怎么办？但是也没有后续的推进的关系，加上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比较抠，他给我发红包发个位数的，我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然后今年就是他们开戏了之后，他也一直在找我，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包机酒，他让我去看他，我说你包机酒我过去，后来他就包了我机酒，我就过去找他了。然后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年纪都差不多，就是先没想怎么样，就先判断一下。后来就感觉他还蛮上头的，我也在想这个事情。然后呢？就目前就这样，但是他是长期在北京，然后我在深圳。然后我也想知道，因为只是朋友关系认识，我想知道就是判断一下他对这个事情怎么看，然后和付出意愿这样吧。所以说你们2个人聊了多久了？1个月。1个月，每天聊天？聊了多久嘛？聊了1年多。聊了1年多，然后呢？
你们俩中间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呀？他有说让你做他女朋友吗？有说要跟你谈恋爱吗？有，我都没有接茬这种。没接茬，那你接接看嘛，先嘴巴上谈起来再说嘛。接了呀，接了呀，就是我去横店的时候就接了呀，然后现在就是算在一块儿吧。啊，然后现在呢，每天联系频率呢？就他就会一直联系我，然后他有说那部戏下戏了之后他有来深圳找我，这样的。你多大？他多大？92的，我们同岁。92的，那这个男的也有31了。是这样的啊，我可能对于这种所谓的优质的单身大龄男性，因为31岁，我指的是在婚恋市场上的评判标准啊，我可能对男性的这部分呢会有一点点的偏见，就是在于我认为一个优质的男孩子，他到这个年龄，他如果还是一个单身状态的话呢，往往这个男的不是花就是抠。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是说什么情况？这大概率应该是看他给你发个位数这个事儿吧，抠这个概率比较大。对，当时我就退回去了，我说你别了。是的呀，这个哪有人能发得出个位数的红包？这你发了干啥呢？这发了。所以说你要说付出意愿，我是看不到这个人所谓的付出意愿的。对你嘛，说实话啊，这种年龄的这种优质的单身的男孩子，他是完全没有必要搞这种异地恋的。往往呢，搞异地恋的呢，他都是有80%以上的多偶属性的。要不然的话，他有什么必要？你告诉我，他有什么必要去搞异地恋？他大北京找不着女的啊？对，我也很纳闷这个事情。对呀，我就是说几个点位，明白吗？因为他又你能一上来就还挺看得上的，这男的应该长得也不差吧？就那么回事儿吧，反正就是挺正常的样子呗。算正常吧。正常男孩子的一个样貌，然后呢又有一个光环，是吧？有个小二代的这种光环在，然后呢31岁，又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他没有什么点位支撑他特意去搞个异地恋所以说呢，你看结合他又要搞异地的呀，什么开5个小时车过去找你啊，完了以后又给你发个位数红包啊，那这个你说我说要不就是花，要不就是抠，这两样感觉他都有点占。然后我是因为他不是儿子，他是外甥来着，然后我是觉得我可能也要判断一下，因为我家有给我在那个深圳置业嘛。对呀，你自己也是，你也是个妥妥白富美呀，对不对？我是觉得首先我们如果是真的正儿八经的找恋爱对象的话，不要搞异地，不要搞异地，这个是我一向的观点，就是不要搞异地，除非你们纯粹是基于家庭原因想要进行强联合，双方家长背景深度认同，不走恋爱程序，直接进婚恋关系，然后是希望婚后各玩各的，除非你们是想要一个这样的婚姻，那么你所谓的什么异不异地的，这个就无所谓了，反正就大家各玩各的。但是如果不是，如果你现在还想找一个正常的倾向于1对1的，两个人也有情感基础的这种婚姻关系，那么我是强烈不建议大家搞远程的。懂了。耽误时间，而且姑娘你也不小啊。我说完人家你也不小，是不是耽误时间？对，那您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跟他谈一下这个事情？谈什么呀？你想谈什么？那就冷处理掉就好了，是吧？不是，你觉得好玩，你把他也当一个你这个什么北京办事处的管理员，问题不大，听得懂吗？他就是北京办事处办公室主任，可以。不要上升，不要拔他的位置，不要拔他的高度，对不对？因为我们俩之间有共同好友，就很那又怎么样呢？不是吧？懂了。白富美还讲这些，还怕有共同好友？
啊，就是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就是太阳一升起我就失忆了，我还有什么共同好友？懂了，对不对？太阳一落山，我记忆又回来了；太阳一升起，我又失忆了。我跟鱼一样，我的记忆只有7秒。不重要，好吧？好，谢谢。好，就这样啊。拜拜。拜拜。我怎么这直播了？我一直都在，你们不知道吗？我一直都在呀。只不过是因为你们之前没有在这边看我，但其实我一直都在这直播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我们金贵的社群，害怕走丢啊，想要紧跟曲曲的直播间，以及想要预约连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还找不到我的小伙伴们，因为最近确实有好多小伙伴他们有点不适应啊，不知道我在哪儿，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好不好？你们可能会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身边那个女孩子少走好几年弯路，就是一命胜造7级浮屠，好不好？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你们不要老是把我藏着，知道吗？能量是需要发散的，好的能量传递出去，好的能量就会弹射回来，好不好？都不要那么小心眼儿，可以吗？来，我们来连下一个连下一个。我现在是在我们闺蜜圈一个好闺蜜家里，我们闺蜜圈真的妥妥富婆，我每天看他们在我们群里头聊天，我都不敢说话，我真的都不敢说话。Hello， 你好。菊菊你好。哎，你说。Hello， 土豆说话，土豆。Hello， 你好。你好，菊菊。哎，你说。就是首先要感谢一下曲曲，就是这个在我的感情当中就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然后他用到我的工作和我的创业当中，其实也得到了很多正向的反馈。然后我快速的说一下我的基本盘。然后我是新一线城市，父母都是小苹果，生活比较安逸，然后但是人呢就比较懦弱，不喜欢争取自己的利益。我是35岁，外形7分，就是看起来大概就是20几岁的样子，163，喜欢各种运动，包括高尔夫，然后做基金行业大概8年，然后从职场小白做到3年年薪大概100个 W 的主管，然后大概7年，然后当时申请了去美国的，有一点紧张，申请了去美国的研究生，然后去了1个月之后就回国了，因为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叫我回来，并且承诺了我的职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遇到了前夫是我那个 MBA 班的那个同学，然后就意外怀孕了，怀孕之后然后就不要违规啊，注意一下。意外就是带球了，大概就是3年多就没有去工作了，然后前夫就是曲曲之前说过的空壳子的富二代，所有的恶习全都有，就是没有米。然后5年前就迅速扯了快乐证，蓝色的娃跟着我，然后不和烂人那时就做纠缠，然后当时才那个扯快乐证之后心情不好，就急于投资，损失了大概300个左右。然后就1分钱就没要，然后没要之后带着娃就买了一套，然后大概在我们这个城市400个 W 的一个房子，然后1年之后装修好，有了大概剩了200个的现米，然后4年前自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慢慢上路之后，然后大概3年半，然后时间每年大概稳定的收入，因为我有合伙人，就是大概60个 W，现在在创立自己的品牌，然后链接到很多有资源的女性，去年接
见到曲曲，然后我觉得我的进步速度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然后接项目创业还要兼顾带娃，内心无比自洽，并且有了掌控感，明白了自己的价值。虽然走了一条很难的路，但是觉得自己在持续的变好。然后说一下男嘉宾是在一起4个月，工作认识，做线上相关的生意，大我5岁，有篮球粉球各一个，篮球跟着他读的是我们这边最好的私立学校，然后读到大学出去一共是500个 W 的花费，目前和我在一起4个月一共付出20个左右的现米，加上10个左右的礼物，然后还有一些生意，就是每个月大概帮我垫款10个 W 左右，然后但是经常催款。认识的时候他说他每年5个小目标，然后但是我凭自己的人脉在本地帮他贷某款，然后咨询以及咨询的律师等等业务，就是我自己的朋友了解到他的真实状况，大概可能只有1个小目标，然后每年大概是500个左右的利润。然后但是在不断的投入生产线，经常说没米，在一起1个月的时候就承诺3个月之后，就是这个月，然后买一个100个 W 的车，当时1v1了多多老师，中途是因为1v1是因为他老是因为2个 W 的那个请某付，然后付不完，额度就卡住了，然后就老不高兴吵架，老师就建议等待不行就放弃，说不是一个好客户，因为价值和我差不多。上个月就是因为品牌生意装修他是自己自觉的打了10个 W 在我的账上，然后答应这个月底给我买车，但是这个月就发生了状况，抓到了他上某征婚软件某征那个软件，然后聊 S 2个女的，然后罚款就是答应是9万，给了4万，还有5万没给，然后承诺月底也去订车。我的问题是怎么引导这个车落地，然后我引导之前是不是不要扯其他的那个问题，还有这个我觉得是生意难，然后怎么相处我觉得才适合，还有就是以我的基本盘这种是适合我的吗？谢谢曲曲。这个男的你判定的很对啊，就是妥妥生意男，这个是肯定的。那生意男他们的付出逻辑其实是要基于互惠互利的。我认为他之所以会去给你付出，甚至于去给你画这种100个 W 的车的这种饼呢，本质上他可能是认为你是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的，你有一定的给他展现了一定的光环，他自己给自己脑补了一些东西，他才会这样。对，所以说这个人你要说在引导付出这个层面上，他确实不是一个好对象，确实不是一个好对象。我呢首先是建议你啊，我觉得你先查一查这个人的征信，知道吗？因为不是不能一起做事儿，不是不能一起合伙，但是前提是我对你这个人的人品的最底线的地方我要有保障，我要有保证，否则的话后面你别说什么引导他这个那个了，这种东西引导出来，如果基于生意男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能给他带来相应的他脑子里脑补的那种价值，他也很有可能找你追回。所以说还是要首先搞明白这个人他的征信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别想让别人给你给什么，最后你还掏个窟窿出去，那就不合适了。他在征信情况良好的情况下面，那么你如果认为你还愿意跟这个人长期相处，后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双方互惠互利的东西，那你再去就是说正常的去让他去落实这个车呀或者怎么样，这样会比较好。就意思就是说这个月如果不落实也就算了是吧？不是说算了，就首先我说了嘛，你要先看这个人的人性最低处，就是他到底他的人品有没有问题，征信有没有问题，这些东西你搞明白，然后你再跟他相处，你觉得这个人方方面面怎么样，愿意处，往长期的想法上面去处，就是你想要他给你承诺的这个什么车子这个东西呢，你不一定说要非要锁在1个月的时间里边。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我可以长期去跟你绑定，长期的去跟你做一些互惠互利的事儿，往长一点的再去弄也可以，不一定说非要拿这1个月作为最后的时间期限。
哦，懂了。他的征信就曲曲说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啊，确实是百科全书，他的征信是有问题的，然后征信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已经就是找自己的关系，就是找那个某最大的那个机构就给他处理了，但是他也把那个处理掉了，就是现在是干净的，就认识他的时候是有问题的。他的征信的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欠别人米还是什么？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10年前的他的一个信某卡的一个还款，就本来是5个 W 的本金，但累到可能他一直没还，他就没有任何贷款，就累到现在可能大概有30。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原因，就是当时导致他征信的这个原因，是这个男的告诉你的，还是通过你自己的方式方法调到的？是通过他找我帮他就做企业的就是一些咨询，加上贷某款，就是人家查到的关联的，因为我自己也做了8年多的金融，所以我对这些非常的敏感。那么这个事儿还不是个什么很大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理由的话，这个事儿还不是什么很大的事儿，我觉得你再观察，再观察。那这种人的东西呢，你收，那么你就要注意了。就算是你再往后推，你正好嘛，这个时候不是因为抓到他的这个跟别人聊1、2、3、4、5这个东西嘛，对不对？你本来就是利用这个东西起跳去让他落实他自己的承诺嘛，对吧？你还是就着这个事儿去起跳落实承诺，你说要不然的话，我们2个人就不要好了。你说我帮你解决问题，我还不知道你未来还会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对吧？那你给我的承诺如果不能兑现的话，那么我对你这个人是没有信任基础的。你又要聊1、2、3、4、5，你给我的承诺也不兑现，2件事情放在一块儿，你说，请问我怎么把你当做我未来长期相处的对象，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得给我落实，而且落实必须要有赠与的凭据。哦，懂了。行，谢谢曲曲，谢谢曲曲。好，那就这样。哎，拜拜。我神算子。因为我跟你们说，我每天耳朵旁边过耳的案例太多了，我们每天过耳的案例太多了，然后就导致我们会有一种条件反射，知道吗？其实有些时候你们说曲曲你怎么逻辑这么清楚，已经不是逻辑清不清楚的问题了，是因为案例在脑子里堆多了以后很多的人的条件一摆出来，或者他的行为模型一摆出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条件反射出一个人他是怎么回事儿，他有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大概率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我不是跟你们说吗？男人72遍变不出第73遍，他基本上都是72遍的这个解题的这种变种，但是其实他都是基于这72个逻辑来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直播间里头给大家拆他们的这些事儿拆得太清楚了。然后现在呢，你知道我昨天还在跟几个领导说，我说我现在觉得我出门要带保镖，真的，我觉得我太遭人恨了。我说真心话，我跟大家说就是这段时间不是我有很多风波嘛，然后呢，我本来前面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错，真的，我觉得自己没错，因为我从始至终我都认为我是在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再去帮大家出谋划策，再去帮大家解决问题，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没错。但是呢，我通过这段时间的风波，我自己也真非常非常诚恳的好好的反思了自我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我的问题是来源于什么？是要结合现在的这个大环境的。我的问题其实是要结合现在的整个的社会大环境的。因为其实这几年你们也知道嘛，在口罩之后可能慢慢的很多人他的生意面临着不好，然后很多的人他面临着失业，然后有很多本来他可能就在择偶这件事情上面非常困难的男性呢，他可能就变得更为困难了。所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为什么我会成为了大家去群起而攻之的一个对象？正是因为我在里边的很多的非常一针见血的观点吧，可能让原来他们因为有很多你们知道大部分以前研究 PMOA 的这波男性，其实他们是什么样的男性群体？他们是凭自身实力无法征服女性的男性群体。
所以呢，他会通过去研学这个 PMOA 的东西，让他们找到一种巧劲儿。通过包装嘛，对不对？或者说通过，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通过打压呀，通过包装啊，然后呢，通过绣羽毛啊、绣光环呐，然后呢，去画饼啊，干嘛的？他能够找到一部分的女性群体，去成为他自己的对象。因为女人是这样的嘛，你先让她上头嘛，对不对？你让她上头了，她真正成了你老婆了，她意识到你真正的经济情况了，她也不会撤。80%-90%的情况下是这样的。那么起码来讲，对于他们这波原本就没有非常雄厚的实力的男性群体来说呢，起码他们是有一个路子能够找到一个伴侣的。但是由于我现在呢发表的很多的东西，可能拆解了太多这个里面的一些路子之后呢，导致他们过去哪怕是用这种巧劲儿可以达成的目的，现今他都达不成了。因为他确确实实是没有硬实力的，他只能通过一些比较说白了就是投机取巧的方式嘛，然后能让自己去找到一个伴侣嘛。但是现在呢，那么我的这些东西说出来之后，连巧劲儿都用不上了，那么真正的实力没有，巧劲儿用不上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现在他们确确实实呢，在大环境之下呢，大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的经济情况，对吧，越来越不好。所以说我可能确实加剧了这一部分人的择偶困境。这个确确实实是我可能不说我可能一个人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但是如果他们看见了我，他们内心当中升起的这种愤怒，这种情绪，会认为我有这么大的力量，对吧？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一直不做下沉市场的人，我们所有的客群、所有的粉丝、所有的用户，包括我所有的发言，全部都是基于我要对标的这个中上游群体去做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有人有心之人，那么不管他是竞争对手，还是说是男性群体的这种想要男性群体受众的这种人吧，那么这两拨人如果说当他找到了我言语当中的一些能够对他们有利的东西拿出来做放大的时候，那么我必然就会成为大家心目当中愤怒的那个发泄口。所以我这几天我确实是我很努力的在想我到底有没有问题，就是我很努力的在想这件事儿。但是呢，我后来也想明白了，说实话，就算我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可能于我而言，我也无法改变我的很多行事作风的做派，因为还是那句话，我呢赚不到所有人的钱，我也不可能迎合所有的群体去发声，我做不到这件事情。我无论怎么做，我无论把这件事情考虑的多么的细致，这件事情都是我无法覆盖的，无法完成的。我只能有选择的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有选择的去做我的事业，对吧？所以说我只是说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把它分析清楚，我知道这个里面它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能更平和的去看待这件事儿。这样的话呢，我能用一个更稳定的心态去面对我未来想要做的更多更长久的一些计划，而不会说因为短期的这个东西，如果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复盘就是这样，复盘就是我们要真的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因为你只有清晰的看见了这个问题，你才能够去面对它，你才能够去挑战。如果说我不能够清晰的去认知到这个里面的问题的时候，那实际上我是膨胀的，我是盲目的，在我后面在走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始终会忽略掉这个事实存在的东西，那么我其实产生了一些视野和思维的盲区的，对吧？但是我看明白了，我就知道哦，他们攻击我是应该的，真的，我现在真的是这么的，我认为他们攻击我是应该的，没有问题，没有毛病，就是别人攻击我，我也依然要往前走。那么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你就要接纳别人的攻击，这个就是甘蔗没有两头甜，对吧？我选择要得到什么，我势必就要失去什么，我选择要获得什么，我势必就要承担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这几天我一直在对自己进行一个很深刻的复盘，然后我觉得我未来能够把这个路走得更明白，走得更坚定。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找不到曲曲啊，怕以后把曲曲跟丢了，怕找不到我们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能听到吗，曲曲？哎，可以，你说。能听到吧？可以，你说。因为我听不到我的声音，我就以为你那边听不到。你自己说话，你自己能听到，你不用从话筒里听，乖。没有连过麦，所以说确实是不太清楚。是这样子的，我想简单讲一下哈。我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我今天咨询的这个男嘉宾，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我想确定一下他是不是有一种白嫖的思想。不要违规啊，不要违规啊。好，接着说。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在曲曲这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对这种关系的存在的必要性哈，有没有？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现状。我今年是45+围类本科毕业，然后呢，就是500强工作以后呢，就和那个围类的小嘉宾，就是小县城他从小县城出来嘛，然后就一直打拼，然后现在的话在1线城市嘛，县里大概有2000W，他是属于金牛，比较抠，然后比较节俭，然后呢，就是大家生活都很平淡，我们之间就没有太多感情上，就是到后来这个年龄了以后，有小孩以后哈，那种关心关爱，我有点听不清楚。现在能听清吗？好，不要动手机啊，接着说。就比较少，就属于左手牵右手。然后认识现在这个男嘉宾呢，大概有10多年，就是我们都是一种朋友，两家人都很熟悉。他大我6岁，然后体内1号，然后呢，他的情况是一直分居20年，感情很淡，10点半的话大概1年几次。他也比较节俭，也比较节制，事业做得挺好的。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其实最开始也是来自于就是他的兄弟朋友的口碑产生了好感。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呢，可能有一点他的帮衬，然后不过呢，我想没有我这个关系，因为我这个关系是今年才开始的，就是一次饭局以后，可能然后隔了3个月以后，他就试探了嘛，然后就有了10点半，然后呢，但是他每一次事后就很纠结。就是那种，就感觉他就会说一些感觉对不起兄弟啊，或者是我听到这种就很烦，知道吗？然后所以说就分开了一下。我是呢，后来又在一起，因为我是有点圣母心的那种感觉，就觉得他这个人这么好哈，然后呢又没有得到太多幸福，但是呢发生了以后呢，就觉得还是有一些得失心，就是他是对我是没有付出的，就是米的付出和礼物的付出是没有的。然后其实我个人哈，并不是我多高冷多圣洁哈，我没有在这方面去想这个。就是我今天主要是确实想听听你的哈，因为这种的话在大家看来就是一种稀巴烂的关系，但我呢，就是他会怎么样呢？他会经常会告诉我说，就是要把喜欢放在心里，是一辈子的关系，平时都忍着。然后呢，就是如果是不是因为这种关系大家很近的话哈，他说他可能都想的是天天都想在一起，但是我就很容易听进去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感觉他是不是在跟我做思想工作之类的。好，我的情况就这样子，我想听你的看法。你应该这么跟他聊，你说做男人呢，不要又当又立，你这么跟他聊，知道吗？你说当你出来玩的时候，你势必要承担一些道德压力吧。你说你把这些话讲给我听的时候，是想让我承担这种道德压力，而你不承担吗？你要这么跟他聊，你不要圣母心作祟，好不好？一个人，我说了，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他的行为是他跟你该玩的都玩了，该搞的都搞了，怎么着呢？就想吃干抹净了不认账。所谓的平时不要说出来，我们心里知道就行，不就是怕人知道？他不就是怕他自己干的烂事儿被人知道？你说我们2个人都不希望别人知道，你不用反复跟我提起这个问题，对吧？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开心你就在一起，你觉得不开心了你随时撤退，我也不纠缠你，我也不打扰你，我也不干嘛的，对不对？是。你还把他说成了什么？这么好的男人没有获得爱，他在那
卖惨卖习惯了吧，真的是。啊，天哪，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就感觉说不出口的感觉呀、我就是那种他怎么什么都说得出口呢？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确实，这个得习惯得改一改。要玩吧都玩，哎，要吃吧他占第一口。他占完第一口，他吃完第一口，然后跟他说：“哎呀，我这太不好意思了，我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为什么我不能像孔融一样让梨给大家呢？他妈有病吧！你往后站站不行吗？有人摁着你的头让你搞的。”对啊，确实，真的是。然后每一次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时间都会很短，他就是纯粹出来玩个不花钱的咋？真的？哎，曲曲，我明白，曲曲，那你觉得我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我的家还是家里面的一个男嘉宾对我其实也蛮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嘛，然后呢，你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太没必要了？你跟你家这位的10点半现在是什么情况？大概1个星期可能就一次。那也不，你多大了45啊，45，你45岁1个星期，这不是已经很好了吗，小姐？你这有点啊，你这有点那个什么啊？要不我不是说这方面的不满足，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上的东西，就是你在这个2号身上哈，他对你的那种就是平时，因为我们经常几家都会在一起嘛，那种很舒服的感觉，就是人的那种相处啊，真的很好，就是那种感觉啊。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跟你讲啊，我告诉你，你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主要问题是在哪儿吗？我先告诉你啊，一旦你们这个事暴露啊，比如说被他的什么发现了啊，或者被你的，我告诉你啊，这个男的10000%，我今天可以把这个话跟你说死，这个男的10000%会说你勾引他的，我可以把这个话跟你说死，他100%会这么讲。他绝对会说他不想的，他一定是不想的，对，一定是什么啊，会过来这个那个的被你勾引的，绝逼他会这么聊。我告诉你，这就是我跟你讲的，我们是通过一个人的动作跟言行判断他的人性底色，然后再去预判他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我这种判断方式往往啊，准确概率90%以上。明白，确实是会，确实是像你这样子的，应该会是的。我现在就在就是很纠结，确实是想断掉这种关系。想玩啊，我就建议你玩远一点，好不好？跟这种呢，你是属于在走钢丝，而且这个男的呢，他一说话一开口就是自私自利，不承担责任。像这样的人，你到时候玩了惹得自己一身骚，到时候所有的矛头都会对准你。而且我告诉你啊，他会这么对你，他也会这么对啊他另外那个女嘉宾，明白吗？也就是说，他说的这些东西，另外那个女嘉宾会10000%的相信他，因为这是他这么多年以来的路子。对，到时候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不相信你，你是没有位置的。我是觉得毫无必要，好不好？这个人也没有给你任何好处，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你再怎么稀巴烂，想玩干嘛的，玩远一点啊！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劝解，好不好？不要惹火烧身啊！好的，谢谢琪琪，谢谢，拜拜。为什么？我跟你们讲，我判断事情的方法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这个方法论。为什么那么多人来跟我连麦的时候，觉得我讲的东西怎么总是会被验证？为什么我讲的东西永远会被验证？因为我在跟你们交流信息的时候啊，我不是在跟你们一样用情绪去理解一件事儿，我永远都是基于事实去理解一件事儿。就是这个人他说的话做的事一定代表了他的一种惯性特征，知道吗？没有任何一句话，
没有任何一件事儿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就好像你比如说我有没有可能像疯了一样的砸碗、砸碟子、砸电视机？我会吗？我这辈子不会干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因为我就是一个情绪管理能力非常好的一个人，对吧？所以你能通过我的言行举止判断我的性格底色，你能判断我是一个理性的、情绪管理强的这么一个性格底色。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像刚刚他说的，开口就是什么哎呀，我们两个人这样让我觉得很愧疚，让我觉得很内疚，我们不应该这样。哎呀，喜欢要放在心里，我们不要说出来，我们心里默默知道。他所有讲的这些语言，一定代表着他的一种性格底色和他的一个动机。这种性格底色，这种动机，说白了，就是想要自己做了任何事情，首先跟自己撇开关系。这个就是他的动机，对吧？所以他的性格里面一定是这样的，他一定是一个喜欢装受害者的人，对不对？他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当双方都有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办法先把自己摘干净，对不对？把所有的压力给到对方，这个人他一定是这种性格，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能预判，如果他们两个人之间败露，一定会是这么个结果，对吧？你们判断任何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你们的方式是什么呢？听到一句话的时候，首先想的是情绪。就像他一说这个，他说哎呀我就心疼了，他是就着这个男的在给他表达的东西延展情绪，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非常的弱鸡的一种思维方式，他没有办法让你们拿结果。因为这个人的话，因为这个人展现出来的东西，然后马上被他牵引了情绪，进入到了他给你设定的这个情绪框架里边，然后用他想让你理解的那种方式去理解他。这种方式就会让你永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把你带向的是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永远要锻炼，就是任何一句话，你听到任何一句话，首先想动机，明白吗？听到任何一句话，听到任何一个发言，首先屏蔽他的情绪，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什么样的人会说出这句话，说出这句话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性格底色。你们要像这样考虑问题，你们就会发现你们把每一个人看得越来越透彻。而且我跟大家说，人不是不会改变，人是可能会改变的，但是人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发生巨大改变。任何一种改变，它是经过长年累月的累积，它在这个社会当中各种的去碰撞，各种的去磨砺，然后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流相处，最后它有可能可能你10年以后看到它跟10年前的它变了。但是在短期之内，一个人的行为语言一定代表了他当下的底色和惯性，好吧？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因为我们呢指不定每一场在什么地方播，所以我们是在打游击战啊，不想错过我的直播，不想把曲曲搞丢了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我不看人性的书，我都是跟人性去碰。我不看人性的书，我都是靠跟人处明白，把逻辑处明白。我今天是在我们一个闺蜜圈的会员宝宝家里。Hello， 你好。哎，你好。哎，你说。请问是我吗？是的，你说。哦，谢谢。你好，我是金贵的会员，我非常喜欢你，我喜欢你开朗直爽的性子，一针见血的语言，还有你哈哈的笑声。我的基本盘是这样的，我35岁，长相6分，英国本科学历，家里的话是10几个小目标，我是3兄妹，我是中间那一个。
2年前我出了围城，现在是围城外带娃，前夫是带了蓝色小子，我带粉色大宝。我说一下我3个方面。我的事业上我是本科学的财务，然后在学校毕业以后，在外面上了几年的班，我做事情非常认真，但是上冲动力不足。回到家里之后呢，然后在家里上了，就一直是在家里上班，然后也很认真。我是财务经理，本职工作完成的很好，还考了中级会计证。扯快乐证的这2年的话，我就没有工作了，主要是带孩子。事业上我会想冲一冲，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上个月冲了一下国际注会的证书，然后成绩出来是 pass， 我有点就是有点意外吧，因为我没有准备太好。pass 是过了吗？还是？我还有3科，然后我是最后的那个4科里面 pass 了1科，我还有3科，所以之后会继续冲。就是还没过呗。事业上，对，还没过。观念上的话呢，家里是老是催我找对象。我本身是比较宅的，我不爱社交，比较理性，没有婚恋对象。再加上我是独自带孩子，闲暇时间跟上班的男生基本上是搭不上的。我自己觉得找个合适的很难，但是我父母又一直催我，我自己又会觉得找个也可以。我本身在婚恋上，我感觉我是比较拧巴的，我对结婚的目的是不清楚的，这是婚恋上。然后第3个是我的性格上，曲说是向上社交，男方要付出。对照我本身来说，就是在我这里好像很难行通。我现在接触到的男生家里条件都不如我，我自己会先入为主的，不好意思让对方付出，我怕别人吃亏的那种人。我家里条件其实挺好的，但是我为人不大气抠搜，就是说不大气，做不好生意，所以这个病我想治。我大概就是这3点。事业上呢，不知道自己该干啥；婚恋上又比较拧巴，性格上还抠搜。想要曲帮我下个药。你这么抠的人，你还能进我们金棍儿，我已经觉得你很棒了，你已经迈出第一步了。你是怎么想通进我们金棍儿的呢？我家里条件还可以。我知道你家里条件可以啊，但是你抠啊。你怎么舍得的呢？但我在学习上，然后还有这种认知上，这些上面我是愿意投钱的。我还报了一个我是在湖南，我还报了一个那个金融班，然后花了5万块钱。所以你是愿意投资自己的大脑的，是不是？是的。那你所谓的抠，是你不愿意把米花在社交上，是吗？我不用穿很贵的衣服，然后我也不用吃上千的那个饭，然后我觉得几百块也可以，但是偶尔去吃几次，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我们家的条件就是还是比较好，然后我整个平台上的感觉，大家都还是，就是我已经算是我们家最抠的了。你父母这边现在还补贴你的生活吗？我就是靠父母补贴，因为我你父母现在都没上班。你大概1年花多少呢？几十万吧。几十万是吧？主要都是花孩子身上了，还是花你自个儿身上了？我觉得我主要是花父母这边就是有人情世故，然后还有就孩子，我本身花费不多。你自己没什么花费啊？那你对于自己未来你是想干嘛？你是想创业呀，还是你觉得就过个小日子啊，什么也挺好？我其实不太知道自己想干嘛，然后我觉得搞男人我不行，我觉得事业上我还是挺会考试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搞工作还可以。鸡娃了，因为我把你的重心放鸡娃上面呢。我不喜欢小孩，我现在也在鸡娃。你看啊，我觉得鸡娃不如我觉得你要不这样吧，你去培养点爱好吧。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事儿呢？您再说一遍。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事儿？有爱好吗？
我也没有什么爱好，我这2年就一直在找，我什么滑雪啊，什么打球啊，健身啊，可能爬山健身我还稍微喜欢一点吧。我觉得是这样的还有读书会啊，反正啥你听我说啊，人呢是有基因的，知道吧？我们呢是那种疯狂的卷的基因，但你呢其实是个躺平基因，你有没有发现？我发现了，对，躺平基因没有错呀，你有这个资本呐，你不应该去为那些不吻合你自己的价值观、不吻合你的基因的那些东西去焦虑，这种焦虑就是徒增的焦虑，毫无必要啊。你如果说不想大方，你就不用大方，因为你没有很大的物欲，你本来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缺的人，你有什么必要去非要逼着自己去做那些自己不认可的事情呢？然后逼着自己去跟别人卷，去跟别人竞争，然后去大方去置换资源、置换人脉，其实你没有这样的必要啊。我爸爸就是他控制欲比较强吧，然后我从小就是因为也是学习成绩好，所以他从小就希望我就是事业上会有所成就吧，然后他经常就会激我呀。你看啊，我躺是平了，他也这样的，会激所以说我呀。你的矛盾点它是出在这儿，你本人没有这样的基因，但是你父母想要强行要你变成那样的人，那么这个里面它只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变成他们想要的人，他会不会断你的粮？只有这一个问题。不会啊，那就结束，听懂了吗？只有这一个核心矛盾，只要你不按他的来，他也不断你的粮，那么你就不用按他的来。那我对你的建议呢是，其实你是真的可以考虑未来啊带孩子或者干嘛的，去一个慢一点的国家或者城市啊，什么欧洲啊这里那里的，你真的去找一个适合你这个场域的地方，直接躺下，不要想那么多，你只要有钱花就够了。能把自己日子安排明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要为了你父母想要你成为的那个样子，然后去拼命的去搞你自己不想做的那些事儿，没有意义，没有必要。把你的这个家庭的什么传承压力给到你的上面的跟下面的兄弟姐妹，不要自己去承担，因为你不合适，你没有这个基因。但是我又觉得我自己还是要有点就是价值吧。不会呀，你自己过得快乐也是一种价值啊。怎么就没有价值？那你说每天在北欧那些人，他们每天就是喝茶呀、玩啊、滑雪啊、干嘛的，划船呢，他没价值吗？他觉得这个也很有价值啊。我看好山好水，它不也是一种价值吗？我有考虑过，就是带我小孩，因为反正我一个人嘛，也很自由。我想带我小孩到英国去读书。对啊，没问题啊，去啊。但是我还是会，就是我在国内其实是没问题，但是我担心我到国外去了，我的米会不够，不会不够花。不会啊，因为你可以找你爸妈要啊。你学了金贵的关系，不用在任何人身上使，往你爹往你妈身上使，你就自洽了。我告诉你，往你爹往你妈身上使，保障你的经济来源，甚至于保障你的这个经济来源未来还能有增量，你就已经把这个金贵就玩明白了，知道吗？米的来源渠道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我自洽，懂不懂？明白。你在外面是搞不着你爹妈那些米的，懂吗？是啊，所以我现在也不出去，我觉得这里家里效率还高一些。是的呀，我跟你说，你带着你的小孩想去哪儿去哪儿，然后你在国外，我跟你说啊，你看那么多留学生，他们在国外的时候，父母给的可多了。他一回国卡的贼死，为什么呢？在国外的时候，父母生怕你吃不好、喝不好、穿不好，明白吗？因为他看不见你们，他就想拿米来补给你。所以说你们就是这样的，不要怕，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那个时候再跟他搞情绪价值，懂吗？该示弱示弱，该卖惨卖惨，该搞情绪价值搞情绪价值，该拿娃说事儿拿娃说事儿。总而言之，就是让他把这个米提升，结束，你的目的就达到了。明白。功要下对地方，知道吗？不要在那些你自己觉得难受、痛苦、不自洽的地方去下功夫，你越下越难受。好的。好不好？曲曲，我还有时间吗？没有时间了啊。好的，那行，谢谢你。好，拜拜。好，谢谢。哎呀。
我跟你们说，我们一直讲的都是因材施教，我们一直讲的每一个人他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跟他面对的一些社会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相同的东西的。怎么会每个人都追求相同的东西呢？我好好跟你们说，我说你让我躺平，我就觉得你有病，你懂吗？你让我每天闲着没事干，我就天天躺着，啥也不干，啥也不做，不实现个人价值，不实现自我价值，不追求名利欲望，那我觉得我活着干什么？我是这样的人，躺平会让我觉得非常的空虚，懂不懂？所以说，当你觉得我干嘛要花那么多米，我花的也很少，我为什么要让那男的给我付出呢？我也觉得他还没我有钱呢，我看他惨兮兮的，我不想让他给我付出，对吧？你说我也不喜欢小孩，我也不想鸡娃，我觉得他就这么活挺好。你说你自己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难道不明确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基因吗？你不就是个躺平基因吗？你有躺平基因，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还有躺平资本。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人他都有躺平基因，但是他的痛苦是在他没有躺平资本，知道吧？你以为你看看，我告诉你们，那些进了一个体制内，然后每天打个毛衣啊，喝一缸茶可以搞一天的，其实他们都本质上都是躺平基因，本质上都是躺平基因，只是说他没有办法完全实现躺平，是因为他家里啊或者方方面面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他找个地方去混日子，他就觉得这已经是他能躺得最平的一种方式了，打个毛衣是吧？是吧？练个字帖，他已经觉得这是他躺得最平的一种方式了，但他没有办法完全躺平，因为他不能让自己一点收入都没有，这个就是本质，对不对？但是我始终是跟大家说，我认为任何一种生活形态都是 OK 的，只要你自洽。我自己跟自己不能拧巴，这个是最大前提，因为你自己跟自己拧巴了以后，你们就容易抑郁，你容易思想走死胡同。我们首先是要把健康快乐放在人生的第一位，然后再来讲其他追逐的那些东西。你要是没有健康快乐，你的那其他那追逐都是屁，知道吧？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要是我做过躺平的事儿啊？我在那个别人那公司里头一做一天的时候，我内心无比的痛苦，我很痛苦，而且老板给我发很多钱，我也很痛苦。我是这样的，明白吗？我在那个瞬间，我就会觉得我认为我没有为这个老板提供到相应的价值，我内心很焦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坐在这个地方，我坐在这个地方，我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拿着那个米，我还不安心。我们是属于这种人，你再跟你自个儿对比一下，明白吗？这是骨子里头就不一样的东西，是吧？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呢，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想要预约连麦啊，怕把曲跟丢了的宝宝们啊，因为经常找不到我直播，怕把我跟丢了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会回复你们。但这也是因为对啊，第一，我从小我们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到处参赛，一直处在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里头，不停的就喜欢去跟别人比呀，对吧？要把别人干掉啊！我要当冠军呢，永远在这个过程里，所以才养成了我的这种体质啊。所以每个人的体质，它就是在长年累月的过程当中养成的。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喂，主持人你好，哎，你说啊，终于到我了，是这样子的，我在10年前有短暂的进入过，就是那个围内吧，也不算，还没扯那啥，然后有个蓝色的宝宝，是跟着对方，然后这是。然后这2年我认识一个围内，我今年30，他大我25岁，然
然后就是他，1年前就希望说，他一直说我没有去那个进入围内的话，以后的话就是担心说我以后没人照顾他，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那既然如果你不想进围内，我一直跟他说我不想再进围内，因为他不知道我在10年前的事情嘛。他说，那你又没有那个娃嘛，那以后不是一直跟着他的话，不是很不好嘛？他是这么说。然后后面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然就是说，我跟他带个球。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其实挺担心，因为未来这种东西我毕竟比较没有保障嘛。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沟通，就是说希望我可以有一些我自己能有保障的东西。然后我有试探过的问过他，我说那以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就说，哎呀，毕竟我没有这些现实上没有保障，然后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会在周边的城市，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想买一套房吧，然后他说那以后等到老一点啊，他说他的遗嘱会写的清清楚楚，他们家的情况的话，他自己妈的还有拿遗嘱画饼的，我操，真是。哎，他是这么说的。我说那有点扯的有点远，挺远的。那我没这么说嘛。然后他说他是说他会该承担责任肯定不会去，因为我不是说突然之间告诉他这个消息，而是我们在沟通，要不要是这样子。说啥？那你在一起多久？付出了多少？给我聊点核心内容。2年80到100个吧。我是在一个县城，比较小的县城。你自己然后我自己的工作是文秀老师，月入也差不多2个左右这样子。你月入2万啊？那你在小城市算高收入群体了。对，非常小的县城，对。因为我从事这个那我就不跟你，我也不跟你，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事儿前面没有200个线米就给我打住啊！现在立刻让他拿200个线米出来，你们就可以筹备这个事儿，好吧？那如果说去买个房呢？这个事情你觉得如何呢？无所谓呀，总而言之就是他得有200个线米出来呀，他没有200个线米出来，我就建议你不搞这个事儿。我一般如果是1线城市的，我跟他们都是讲500个起步啊，就2线及以上的我都是讲500，只是你这个情况，你说你在什么很小个小县城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我才跟你说200。对，他是做那个水电站的，然后挺多家公司。哎呀，有个屁用！你没听到刚刚前面那个女生说的，男的说1年做5个亿，后来他一查净利润500万，这那些东西的毛利率低的要死。你说的意思，那你的意思，那我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呢？我就直接叫他拿线，我觉得他又不是那种平时就不是一笔一笔大笔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哎呀，你是不是我们学员啊？聊的些鬼天。我信。你不是我们学员吧？就是说，我一直在关注你，但是我还没有去学。你看，我现在已经摸到命脉了，看到没？净聊些鬼天的，就是没好好学习的，也不是我们学员，你们才会问出这种话，知道吧？在我们这是没有，我不需要去琢磨。哎呀，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没有这样的习惯，他没有那样的习惯，你给我从现在开始改。我需要他有什么习惯，我不需要他有什么习惯。现在是他在跟你提出一个他想要的诉求，那么我就相应的给他提出我想要的诉求，就是这么简单。双方达成一致，这个事儿就往下推；达不成一致，这个事儿就不推，还不简单吗？不信拿遗嘱画饼的，你跟我扯淡呢，在这儿。你真搞笑！你说不会的宝宝，你会长命百岁的。你这么跟他聊，你说我一看你就知道，你至少能活到100多岁。你别讲这种话，这挺不吉利的。你说我不要，你说你现在给我200个 W， 我马上就给你带球。你就这么聊，你保佑他长命百岁啊！那我就就是说，如果说他承诺了买一套房也是可以的，是吧？反正是这个数啊。你别跟我什么买一套房，然后呢搞个什么贷款，不见鬼！这个数啊，必须是一次性啊，要不然就没得聊。保障的是吧？要不然没得聊，好不好？你收入也不低，我说实话，你收入不低，你在你们那个地方收入不低的，你还不如在事业上好好发力，知道吗？你学这个东西，想想怎么把自己的业务放大。
把2万变成5万，你什么样的日子过不明白呢？对不对？你跟这种爹爹在一起，说白了不就是图这个吗？如果不能够进行一个小小的跃升，你要是干什么？你去这他妈听以后什么每个月给你给多少？哎，我会给你给保障，我会给你给保障，他见了鬼的，我会给你给保障。他自己都保障不了自己，你问问现在这个实体行业谁能保证得了谁呀？好的好的，下去学习啊。好，拜拜。谢谢曲曲。真的是，你别怪我说话我就这么直白，好吧？你看你们不用担心我不做自己，我跟你们说了，我发现了我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我依然会选择做自己的，我依然会在跟你们说出主意的时候依然是一针见血的啊，只不过我是自己内心自洽了而已，我知道了我的问题到底在哪儿，我知道别人骂我没有冤枉，我知道别人骂我是应该的，我不难受。如果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你反而难受。当你认为自己不是被冤枉的，你觉得别人有别人的压力，别人的压力需要找你这样出口，对的。我觉得这一刻我是真正的在用更大的一个怜悯之心在面对这个世界，因为我跟大家说了的嘛，我说真正的高情商其实就是面对万事万物的怜悯之心。所以我觉得我在看到这些事实层面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怜悯之心是变得更大更大的。所以我能接纳别人骂我这件事儿，骂我是对的，骂我也是应该的啊，因为他们骂我也会有那么多人喜欢我，对吧？因为我帮助了很多人，同时可能我也无形当中的去破坏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这是我的选择，自己的选择，我也要为我自己的选择买单，对不对？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绝对不是在这自我安慰或者胡说八道，我是真心是这么想的。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想要预约连麦，或者是怕走丢啊，怕跟曲曲走丢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有人打电话，来下一个。但是我跟你们讲，很多有些女生骂我是真的，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没有完整的看过我一点，旭旭你好，没有完整的看过我一点，为了蹭流量而蹭流量啊，真的是，哎呀，丑陋。Hello， 你好，你好，旭旭能听到吗？哎，你说。哎，你好，旭旭，没想到就这么快连到您的麦了。之前是看过您的直播切片，觉得您特别的见多识广，然后说话一针见血的，我觉得是我们女性同胞的一个楷模，所以我特别的崇拜你。那我今天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年龄是34岁，然后4线城市，收入大概是30个左右，学历是本科，然后有一套全款的学区房，然后手上还有几十个的存款。父母呢是那个小县城的普通的家庭，然后对我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那男嘉宾就是比我大10岁左右，他是做就是医药那一块的。收入和资产就是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是国内外是有公司的，然后国内的超一线有房子，然后他跟我说他是扯了快乐证，然后小孩在漂亮国读书，他目前是在那边陪读。和他认识是我之前做娱乐主播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我知道他在网上的消费，就是看他那个号的等级就是有200多个。他当时给我刷了有13个，然后就是我们家的地球号，然后就是平时都是当朋友，就是聊过天。前段时间呢，就是他在地球号上就问我就是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就不是很好，然后他就提出来说让我做他女朋友，然后说可以照顾我什么的，然后他还告诉我他有别的女嘉宾。我当时就是
没当真，就以为他开玩笑的。你怎么没把他说要照顾你这句话当开玩笑呢？你却要把他有别的女嘉宾这句话当开玩笑。我觉得怎么会这么你们还真的是选择性倾听啊，选择性屏蔽信号是吧？我靠！然后就是他，就是这3个月，就是在地球号上给我转了有14个，然后跟我说，就是他那个小孩的妈妈，就是这个月如果面签通过了，他就会回来跟我见面。然后呢，就是前几天他给我发了他另外的那个123的照片，说相互认识一下，然后还说就是在不久前在他们当地买了一套碟片，说弄好了让我过去跟那个123一起住，还说让我带球什么的。我觉得我当时我三观都炸了，因为我之前以为他开玩笑的，我没想到他把照片都发给我了。现在依然是开玩笑的呀，现在也是开玩笑，都是网图，都是盗的网图。真的吗？没有他。咦，我的个妈呀！真是个猪脑子。他的聊天记录截给我看了。接着说。然后就是。我就说那我这样的关系我是怕没有保障的。他说他可以见家长，然后摆酒什么的，还可以给我家给米写保证书啥的。但是没有说给多少，我当时就也没有继续问了，因为我怕处理不好。然后我还侧面的打听了那个123的情况，他目前是跟他们其中有2个是见过面的，我跟另外一个还没有见面。然后也没有确定下来，他们都没有实质性在一起生活。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我该不该他回来见面，我该不该跟他见面？这个毛线见，有个什么好见的呀？他现在一共付出了多少？10几？对。见个屁呀见！就是在网上刷了10几，然后转了10几个。不用见啊，不用见。最长时间的拖延，往死里拖，不用见。好吧。那不如直接拒绝，怎么的？你怎么能直接拒绝？你有没有点职业素养？你来的都是客，你有没有点职业素养？你这人啊，别人大哥给你刷票呢，你为什么要直接拒绝？对不对？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逻辑是这样的，是我很喜，我现在是我说的，我现在说的是你现在是这样的，你要用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什么？我遇到你，我觉得我很幸福，很感恩，很幸运因为我觉得我很不容易遇到一个能够这么支持我的男人首先这是第一重逻辑。第二重逻辑是什么呢？第二种逻辑是，当你跟我讲那个123的时候吧，我的内心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我需要好好的考虑考虑，我是不是真的能够跟大家相处好。这是第二重逻辑就是我要考虑考虑，是不是真能跟大家相处好，知道吧？然后呢，在第3重逻辑，这个事儿是怎么把它进行无限拖延呢？就是你一直要往后拖延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直在跟他2个人，其实你们还是在平台上在谈情说爱嘛，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不停的在谈情说爱的时候呢，每一次发生了一点点小的一些，比如说他1号、2号、3号什么东西的，你每次呢又要小跳脚一下，每一次在跳脚的过程当中呢，然后你就说我觉得还是这个事儿，我还得再琢磨琢磨，我还得再想一想，但是呢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扣他脑袋上，一定要往自己脑袋上扣。怎么扣呢？就是你一定要说我觉得我每一次就控制不住自己想跟你发脾气，控制不住自己嫉妒别人。你说我觉得我自己段位太低了，太 low 了，我老觉得我这样的话，我以后肯定再也遇不到你这么好的男人了。所以说我每天我都要反省，我不应该为这种事情发脾气，我不应该为这种事情生气，可是我又控制不住自己，所以我每次把气撒到你头上之后，然后我又在自我反省，我又在自我反思。这3种逻辑，这3个逻辑堆着，死不见面。好的，
好吧？好，别搞嘛，这种什么几个人还要住一起，都不怕你难受死啊！咱们不要活转回去了，好不好？咱们女性还是要往前看啊，尽量就是独立闪光，对不对？这个人嘛，现在呢，他就是你的客户，他就是你的一个大哥，我们要用专业的方法去维护这个大哥，明白吗？这个是你的职业素养的问题。大哥给你刷票，你就是要给大哥提供情绪价值的。这种跌宕起伏的情绪感受，本质上它就是一种情绪价值，明白吗？那大哥嘛，他要找很多这种女嘉宾，真正最后落他那个套，谁愿意落谁落，好不好？但是我不建议你落 ，OK？ 明白。那现在就是在第9号上面，然后还是就是正常的联系是吗？我都告诉你了吗？好吧，再没听懂，把我刚刚跟你说的再重新听几遍，不行，再把我刚刚跟你说的给1v1老师，让他指导你。OK， 好吧，行，我听明白。好，就这样啊。好的，好，拜拜。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拜拜。什么叫专业？你们懂不懂什么叫专业？什么叫情绪价值？对吧？围绕着人家喜欢的那个点位上，然后在那个点位上做文章，知道吗？你们不要反复的回到自己的点位上。很多女生她是容易回到自己的点位上，我要她忠诚，我要她专一，我要她这个，我要那 no， 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客户思维，懂不懂？客户思维是你一定要把你的屁股坐到对方的凳子上面去想，他想听什么，他想要什么，什么东西是给他的情绪价值，而不是围绕我的就是那个利己主义去进行的。不要发那种言，发那种言是得不到你们要的结果的啊！哎呀，这种大哥，我跟你说。他全天下他都在广撒网，明白吗？而且他所有的女嘉宾彼此之间都是知晓的。说白了就是我说的这一部分女嘉宾呢，就是把自己活转回去了，没有，就是把自己活转回去了。我还是希望大家啊，就是你们每一次其实很多女孩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了。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每次在看我直播的时候，不管你们现在身处什么样的局面当中。很有可能因为你们在没有看到我之前就已经身处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情感关系当中，对吧？然后你们才来看到我。那么我给大家教的呢，一定是一边在现有的这个复杂的关系里头利益最大化，这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现在开始一定不晚，从现在开始好好的提升自我价值，打造自己的能力人脉圈子，然后慢慢的真正的进入到独立行走轨道。到时候这个男人他只不过是你曾经用过的一个拐杖，知道吗？你看事实上有很多女孩子可能3年前看我的时候跟3年后再看我的时候，她们的生活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可能3年前她在看我的时候，她就是一个纯的在依赖男人生活的一个人，对吧？那么在那个时候他来找到我，或者他看了我，他知道我怎么在这个关系里利益最大化，但是同时他找到了另外一种信念感，就是我自己也可以变得很好。那么他会开始动这个脑子。如果他没有看我，没有跟我对话之前，他会安于他当下那个生活。这就是我们说他为什么会活转回去，对吧？为什么他最后会活成这么多女的在那争风吃醋，在那几个人还要住在一块儿，跟这个男的搞来搞去？为什么他会活进去？是因为他安于现状了，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有所突破，他不知道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然后把自己从这种关系里给他拽出来。但是我会告诉他，你不仅仅要在这个关系里拿到你的价值，拿到你的利益，同时你还要学会站起来。这2件事情咱们要共同进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明白吗？一条都不能落下。只有这样，你们慢慢的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掌控感。掌控感，这个就是核心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啊，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怕走丢的宝宝们啊，以及想要预约连麦的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今天可能会有一丢丢的卡，但是可能是间歇性的会有一丢丢卡，因为今天这个毕竟不是我家那个网，今天是在一个我们闺蜜圈的一个富婆家，然后呢。一般家庭用的网络，它是没有办法支撑我的这个直播的工作的。我们的网络都是特殊处理过了的，知道吧？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丢丢的卡，但是不会从头卡到尾。来下一个，对的，直播啊，直播。下一个，富婆家好大，回声好大。Hello， 你好，大米说话，你好。你好，哎，你说，你说，李老师，就是我现在是，哎，你这个声音不行，你是连了蓝牙吗？还是连耳机了？对，连耳机了。不可以有耳机哦。现在可以。好，现在说，就是我是那个围内，然后跟那个就是跟我之前前任，然后就3、4年没有那个10点半，然后就是这期间联系了之前那个初恋的男朋友，然后现在在一块儿2个多月吧，他付出了大概2个 W 吧。然后现在他是扯了快乐证，然后没离家，然后我现在是冷静期，然后就是之前他说我们是异地，然后之前他说上我们这边来那个买房，但是最近又说要过来租房，然后反复不定吧，反正就是我就有点着急。你着啥急？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着急？人家要买房要租房，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着啥急啊？我着急那个让他过来，或者是有毛病啊？或者是我过去。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个脑子里头都是啥啊？都是浆糊啊！你要干嘛？你急着干什么？有点着急和他长相厮守，双向奔赴，白头偕老，早生贵子，是吧？有病啊！别人还没离家呢。是，你看不看得懂实际情况啊？人家那还是正常的呢。对。然后我现在想问，就是怎么推进这个关系？你推个毛的进，这男的有啥呀？你这还在冷静期呢，你就要跟人拖哪儿？推往沟里推。就是比较照顾我的感受吧。然后照顾你啥感受啊，大姐？哎呦我的妈呀！你个下沉，你怎么这么下沉呢？你好下沉呐！你收入是有多低啊你啊？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你有什么怎么办的？放着怎么办呀？人家要推进，人家自己不知道搞。好，明白。你不要为这种人花800，行不行啊？钱不是钱，不能去吃顿好的。你1个月挣几个子儿？来，你跟我说一下。我一听你讲话挺下沉，你跟我说，你1个月挣几个子儿？1个月1万左右吧，1个 W。也没穷到那份上啊！穷的要栽到别人家里去了似的。搞清楚好不好？你现在你现在这个维生关系还没处理完，处理完了，好好冷静，对不对？多观察，多跟别人约会，多处，然后好好工作，该提升收入，让自己先处于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能够理性思考，然后有对比再下手，好不好？
好，什么毛病？还这前脚个泥巴还没搞干净，后脚又陷了个新的泥巴里头去。现在就是有点那个什么，脑子不清醒。肯定是个恋爱脑。你下去挖野菜吧你，别在这灯听着就烦。你还有啥问题啊？没有其他问题。拜。你们这适合我这直播间吗？这问题啊，这问题适不适合我这直播间？我问适不适合咱们的调性？什么东西看不懂？我都跟你们说了800连个麦，你们能不能珍惜一下自己的钱呢？我都替你心疼，犯得上吗？这人，这种人你就去那个免费的直播间里头连一个就完了噻。是不是？这还需要花米上来连呢？哎，天哪！来，让那个男的给你把这个连麦的米给你报销掉，喂，1分都不能亏啊！这，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了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我们是游击战直播啊，如果大家怕走丢、怕把曲跟丢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还有人说800能插队吗？插个大头，插秧，插队啊，多看会儿，乖。多看会儿，好不好啊？咱们这是人类高质量女性直播间，还800插队呢，真是。我们就没有插队机制，我们唯一的插队机制是你在小助理那边进行了验资，就是证明你今天来陈述的这个男嘉宾已经给你投入过500个 W 往上，你才能插队到第一个。除此以外，没有插队规则啊！无论你送多少米都不插队。下一个，把纸巾给我一下。来，下一个是谁 ？Hello， 你好。喂，你说。非常感谢曲曲真心的为女生着想发声。然后我是想咨询正常的婚恋关系。我的基本盘是25岁，然后长相6到7分，家境差不多有一个小目标吧。然后是 Top 2的学历，年收入在50左右。然后我的男嘉宾呢是30岁，然后家境比较普通。他是婚前可以提供房子的首付，然后家里面婚后是没有助力的。然后也是 Top 2学历，年收入在80个左右。然后我们都有超一线城市户口。然后因工作变动，男方最近跳槽去了另外一个超一线城市，然后我也想近期跳槽去港台，然后未来的这个异地情况比较不清晰，但是他表示了如果我去了港台也会跟着来。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段关系未来需要注意什么？然后想问一下曲曲，就是这个男生是我的良配吗？你喜欢吗？喜欢就行了嘛。喜欢的话，只要条件不差，你要去，那么你就看他是不是跟着你去，他跟着你去就让他去呗。对，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异地3个月以上可能就不太行，所以我希望他能尽快过来。对啊，就让他去啊，他去嘛，你们就接着处嘛；他不去嘛，那就没啥好处的了嘛。对，然后如果说未来他过来了之后，那我们有什么就是需要注意的吗？就是之后相处。小姐姐，他能跟着你跑，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占高位，好吗？自然一点，做自己。明白。有什么好注意的呀？你就我告诉你们啊，你25是吧？对。我跟你说一个核心的点位啊，我们之所以不能骄纵，不能跋扈，不能得理不饶人，不能就是又作又闹，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为了注意这段关系，不是因为我怕失去这个男人，是因为我要让我变得更好，明白吗？就是说你们的思考方式永远不是我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注意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用注意，我永远都是忠于自我的成长性。忠于自我的成长性上，它有很多个方面，对吧？比如说你有更好的学历，你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你有更高的收入，你有更好的圈子，你性格的这种知书达理，对不对？我们情绪的稳定性，我为人处事的周到，这些东西都是为我自己做打算的，为我的自我价值去做的更圆满的动作，而不是为了把这个关系怎么着。所以我永远的方向，我是方方面面把我自己打造成一个圆。任何人跟我处，只有我不想跟他处的，没有他不想跟我处的，而不是针对任何一段关系我要怎么样，明白吗？明白。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可能因为男嘉宾家境比较普通嘛，那婚后之后，如果要是全靠普通到什么地步？你再说一下，他普通到什么地步啦？就是婚前是提供300万的首付，然后婚后就没有任何的补充了。300万首付也不少呀，他们家总体资产情况是？我不太清楚，但是应该比较一般。能提供300万的首付，他只要不是凤凰男，别是特别穷的哦。那不是。正常，你就正常嘛，对吧？也不用着急，你才25，你急啥呀？明白。好的。谢谢曲曲。好，就这样，拜拜。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很多新的一些粉丝啊，可能有一些老的知识点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把一些老的知识点给大家抠一下。就是你们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于你们的发心。我们说发心不对，努力白费，知道吗？就是你的发心这件事儿啊，就是你这个念起来的那一瞬间，它是基于什么？就是发心。我们看似在做着同样的动作，但是基于不同的发心，你做出来的动作它达到的目的地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在这个地方我讲发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你的发心如果是在我要这段关系里注意什么呀？那么你实际上是在把你的眼光锁定在这个关系和这个男人身上，对吧？可能你的动作看起来也是，我也在读书，我也在学习，我也在搞工作，你的动作可能看起来跟我刚刚说的动作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你的注意力不一样，那么你最后达到的目的地它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他的发心永远是要立足于我所有做的这些事情只不过是让我自己变得更完善，我就是一个圆。那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做这个动作，我去提升自我，我去读书，我去干嘛，甚至于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好好说话，我温柔，对吧？该示弱示弱干嘛，我都不是为了他和这段关系，我都是为了我自己。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看似我们都在示弱，我们都在说好话，我们都在撒娇，宝宝你帮我做这个，宝宝你帮我做那个，一个是想甜你，怕你生气，一个是我想为了让你完成我心目当中的目的，它是一件事吗？你在这种不一样的一个心态下面，你在这里面产生出来的那种自洽自信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散发出来的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像你们出去参加一个饭局是吧？我说让大家有服务意识，我在做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始终就觉得吧，现在不就是因为我不如你嘛，我要求你嘛，我才给你做服务。凭什么你们这些人就这么高高在上的，就要我们这些小辈给你们做服务？你做这个动作，你是不是内心其实很拧巴的，很难受的，对吧？而且你身上散发出来的磁场跟能量，它就压根儿不是正向的。但是同样我也是在做服务，对吧？我给大家端茶倒水夹菜干嘛？我的心态是什么？我的心态是认为我本身就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更好的观察，更好的倾听，更好的学习，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锻炼我自己的服务意识，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向上链接，在更多向上链接的这样一些圈子里面的时候，我能够不慌张，我能够就是不会产生那种不知道如何自处的状态。我永远都知道，我在这样的场合里，即使不说话，即使我没有价值去跟别人交换，但是起码我知道我有什么可以做的，对吧？我在这个场合里，我不会失态，我不会让别人讨厌我，对吧？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我们要把任何一件事情都把它最终落脚点锁定在我是为了完善自己，那么你做的所有的动作一定大方向都是对的。因为无论走雌竞还是走雄竞，我们是不是需要的都是一个机缘呐，对吧？我们需要好的机缘把我们一下子抽起来，但是这个机缘是天给的，明白吗？我们不能够判断，不能够确定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机缘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或者它到底是产生在雌竞点位上还是雄竞点位上。但是我只知道，只要我把我自己打造成一个圆，那么任何一个机缘来的时候，我都能抓住，对不对？所以我是在用一个非常大的确定性去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自我成长是确定性的，机缘是不确定性的，对吧？当你们把你们的目光锁定在任何某一段关系里，或者是某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其实你是把你的目光锁定在了不确定性上，这个就是差别，对吧？任何一段关系它不一定今天有明天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他不一定今天有钱明天他妈垮台，对吧？但是这个人垮了还有下一个呀对不对？这个人没了还有下一个呀，这个事业做不了了，我是不是还有下一个风口啊？对吧？这个就是用自己的确定性对抗未来所有的不确定性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还有啥来着？因为它有一些词儿不能讲，我每次都短路，怕走丢的宝宝们啊，怕找不到我的直播间的宝宝们，以及想要预约连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下一个 Hello 你好Hello 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这样的，我很喜欢你，我是最近才看到你的，然后我去把你的所有的直播都看了一遍，然后呢，你的那个2大光环以及伴侣价值的论点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有益，所以说在这里谢谢曲曲。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正常的婚恋关系。然后呢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基本盘呢现在是25岁，然后在超一线城市，但收入不高，年收入在12个 W， 然后呢学历是大专，现在因为会比较喜欢存钱，然后呢资产在20个 W， 原生家庭很差，因为父母有负债，但是呢与我无关，所以我没有必要去帮他们承担。那男嘉宾呢是跟我一样大，也是25岁，但是比我小3个月，收入呢会比我少一些，就是9个 W 一年，但是呢他家里蛮有钱的，是一个小二代。现在知道呢就是家里的房产是有1000个 W 这个样子，其余的话不知道。然后他的父母呢是对我非常不喜欢的，就是一直想让我们分开。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父母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已经进了委内关系，以为我们只是在谈恋爱。那我们23岁呢就已经进入了这个委内关系，实际上呢2个人还是各住各家，只是周末他会来我这边住。男嘉宾呢特别粘人爱吃醋的那种，脾气不是很好，对于正常的我的异性的同事关系他都会吵的。那在一起3-4年了呢，
他家里每个月给他的零花钱呢就每个月2K，但他的消费水平比较高，而且一直都处于一个负债的状态。我们2个人之间的付出呢是基本持平的，如果总体算下来的话，他可能会比我多2个 W 这个样子。2个人平常呢会有矛盾，但是我们双方对彼此的感情依赖度都会比较高，而且我生病住院的时候都是他端屎端尿的，但是就是说挣钱能力不太行。那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这个围内关系是否还要继续？现阶段呢，就是男嘉宾是不接受我身边正常的一个异性同事，然后一直在作闹，逼我低头认错之后，我就是提出这个买房的首付的需求。对方呢就是好像不太乐意继续这段关系，就是提出扯快乐证，然后是预约本周6要去登记扯证。你这是在这个关系里洗了个澡了。啥也没落着，是吧？看中了一个小光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对，我就是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受骗了，就看中一个光环，结果，实际家里的这种经济啊，甚至资产啊，他都是不清楚的，你多大？25。那就早点扯吧，25年轻的很，无所谓的事儿。因为我的顾虑呢，是以我现在的收入水平，然后在这个超1线城市扯快乐证之后，妈呀，他1个月才2K， 他能给你啥？不给你拖后腿都不错了。没，他是零花钱有2K， 然后自己的收入是1个月差不多8、9K 这个样子，说实话是不高的。别说了，1个月1万多的男朋友还找不到吗？你在超1线城市不谈结婚，就谈个1个月1万多的男朋友找不到啊？好像是这个样子。有个屁用啊！就是我自己，因为就是拿不到物质基础嘛。就是没有嘛，你就是看中了一个小光环。他是本地人吗？对的。你要靠他拿户口吗？不是的，我也是本地户口。再见吧，哎呀，再见吧，这是搞了个啥呀？算了，你这是买单好不好？迅速买单离场，你还年轻，机会大把。那我现在要不要让男方父母知道我们之间是有扯过这个进过围内关系的呢？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想要拿到一些相应的赔偿，因为在这一起3、4年里面，我有夹过娃娃。不是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其实越是平民老百姓吧，他越不怕你这些鬼，知道吗？因为他没有什么名声可言，他甚至还觉得，你看我儿子多牛呗，是吧？你看白弄了一个，什么1分米都没让我们出，就是这样。完了以后，你说你要怎么呢？你要怎么弄呢？人家说那你耗着呗，那你别领快乐证呗，你耗着呗。那你说你怎么搞？你这不是把自己越纠缠越深吗？好的，那我知道了，继续。哎呦，这当没这个事儿的，扯了快乐证以后重新开始，好不好？重新开始，好好的搞事业。对呀，搞事业也可以，谈恋爱也无所谓。我确实也是，我的人生目标也是，就是说以物质基础为保障。对呀，想以物质基础为保障嘛，那么找的这个男的一定要能够先付出，手上得有子儿，明白吗？他手上没有，你这保障个屁呀！你也跟那个前面那个人一样的是吧？搞遗产是不是拿遗嘱画饼？你们听着，前面今天有个女生连麦，那个男的给他拿遗嘱画饼的，这你们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画饼啊，属于是。就是看中了光环，对啊，然后想着就是说日后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能够就是我要求确实不是很高。你真的要求已经很不高了，2K 的你都 OK， 我真的千万不要说自己拜金，你不要给拜金女抹黑。
你可不要，我跟你说，拜金女可不接纳你这号人物，你这完全是拉低大家的水平。就是自己也很拉垮。我的顾虑就是觉得自己是不大行，就是这种你自己一个人孑然一身轻，懂不懂？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机会，我可以出去社交啊、玩啊、找男朋友啊，帮衬我呀，这都好说呀。我也不一定就要结婚呐，你明白吗？我对围城倒是没有执就无所谓嘛，关键是要自己过舒坦，对不对？我想让自己的物质程度丰盈起来，对吧？物质条件的丰盈，它无非就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工作收入，一个就是男人补助。又压上了，是不是就这两个方面？没有第三个方面了呀？你在这两个方面上面分别下功夫就好了呀，对不对？那我现在要怎么回复他？因为他周六不对，就是我们周六不是要去扯快乐证，然后准备登记嘛。然后他现在就是卡在微信上问我，就说周六这个你没有什么问题吧？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就直接回复没问题。好的。对呀。好吧。那这亏的有点亏，其他没有什么。自己买单啊。就这样。好，自己买单。好的，谢谢继续。我告诉你们了的，这个青春无敌，知道吗？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刻想着自己青春是无价的，时间是宝贵的，而且时间跟青春是真正的不可复制的财富，它是无法被量化的不可复制的财富。任何时候遇到错误的人，遇到错误的关系，尽快的把自己摘出来，当机立断，这个其实就已经是为你们挣了一大笔，把你的时间成本挣出来了，明白吗？不要帮男人给自己画饼啊！今天这些画饼画的我真是都吐了啊！前面那个拿遗嘱画饼的，我现在我脑子还没转过来呢，我什么情况呀？是我 out 了吗？从这女孩才30岁呢，她就开始拿遗嘱给她画饼了。那男的55啊，他这要活到个90咋办？说不定你走他家前面了，你知道吗？太下头了，真的是。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想要预约连麦，怕走丢怕找不到曲直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他们说下辈子还要在一起，我吐血。来下一个。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你好。你说。Hello。不要退出哦，你退出我听不到哦。你退出我听不到 ，Hello， 你说。但是我的那个稿子在那个备注。你要不然你得换一个手机，你要不待会儿再来连还是怎么样？我先说一下吧，我怕我忘记了。这样子，我的基本盘是35，然后广州土著吧，然后家里是2500以上。哎呀，不行啊，我你下去吧，你待会儿再上来，好吧？我受不了。你待会儿你把稿子转移一下，你再上来。来下一个。因为我们的连麦都是要求他们提前把稿子写好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每次就疑惑怎么在念稿子，你们直播间都是剧本，是这样的，我们直播间的规矩就是你不写稿子不让连因为我们总共就10分钟，你必须在5分钟之内把你的事情阐述完，而且你不能违规，所以说要不然你会把我直播间干关掉的对，今天会有一点点卡，今天会略微有点卡，因为今天我是在
我们闺蜜家，在我的富婆闺蜜家。下一个书在路上，宝宝们，我的书在路上啊！我们现在在，已经把那个印刷的样本已经出来了，很快就要大批量的印，然后就上市了。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说，百青说话。你好，哎，你说。你好，曲曲啊，非常开心能跟你连麦。好，你说，我的问题其实挺简单的，我现在已经42岁了，然后之前是海归留学的，家庭背景原生家庭一般吧，单亲，然后就是靠自己打拼。到我30岁的时候，已经有几千个 W 了吧，但是中间投资走了一些弯路，然后又认清吧，就是自己之前可能太依赖这个男嘉宾的这种感情的，因为单亲原因嘛，所以走了段弯路。到我38岁的时候进围城，跟我现在的先生，我们在就是一起共同创业。我一直都对婚姻和就是对这个围城和带球有点恐惧，所以现在先生的问题就是他跟我的文化背景不太一样，他是土生土长的，然后脾气特别火爆。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讲是做律师行业的啊，就是我们自己经营一家律所，他脾气很火爆，然后我跟他一起创业这几年，我们打拼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从扯证到现在吧，可能一年的净收入在1-2千个 W 吧，但我会帮他很多。他之前背景是比较这个普通的，当了很多年老师，然后才自己去北京打拼。其实我是比他先富起来很多年的，应该是但我觉得我老公上进心很强，有优点就是责任心也很强。他扯过快乐证有2个，一个篮球，一个粉球。篮球是已经上大学了，然后粉球是才4岁。然后我现在纠结就是要不要带球了，因为周边的人都在劝我，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但是我会担心他这种脾气和情绪我能忍，但如果不想担心我的孩子会忍不了嘛。物质上我们还是很好的，只是说他是有硬伤的，就是承受力很差，野心很大，然后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抓着我不断的就是埋怨呀，很暴躁啊，就指责呀，就是出气筒啊，就是他是胆子很小，他担不了这么大的盘，但是他要做很大，所以我一直是那个秤砣的角色，就一直是担着，然后我很稳的一个人，我不会慌的，因为我曾经投资也其实亏了很多，所以现在也不会觉得这么一个生意会让我心里很波动，但他会，所以就这样磕磕绊绊，每一周都有小吵吧但是我基本是可控的，就是他很快就过去了，然后会道歉，然后买很多礼物嘛。但这个不重要，就是基本上我们家的所有的现在企业大概300人左右，然后所有的花销啊开支都在我这边，进账也都在我这，我是每个月给我老公像打工一样给他赚个20个 W 的零花钱，然后给他前边的前期就是之前的那个也很负责，每个月给5-6万吧，这样就5-6个 W， 所以我很认可他的责任心，但是我觉得他有硬伤的地方，就是突然就像神经病一样发作。他确实成长当中也有很多压抑，很多想出人头地，很多的这种想证明我是极其不需要证明的那种，所以我们两个看问题的不一样，但他现在很想要很想带球，他因为之前都跟他不生活在一起，他说是帮别人养，就是感情没有那么好，还好，也在我的撮合下变得更好了，但是他想要有自己的带在身边，然后养在身边，很那个有感情。他是一直事业型的那种工作狂就7岁的，就是他老大，他7岁不重复信息7岁的时候也不说跟此事件无关的信息
好，好了，就大概是这样啊，是不是好父亲我不知道，就是他一直是分离的状态跟之前的。我告诉你，但现在他里面只有一个重点啊，只有一个重点，你想不想要？只有一个重点，你在你的未来人生规划中有没有认为孩子是必须项？如果等你错过了生育年龄，如果你彻底生不了了，你会不会觉得遗憾？只有这一件事情是需要被考量的，其他你说的所有的东西都与此事件无关。会有遗憾，但是我一直觉得小孩这个事是为了他的快乐人生，为了他的幸福，而不是为了我的需求，或者我没有安全感，或者死亡焦虑，或者我要人养老，我都不是这样的想法，可能就是留学留的脑子坏掉了。我一直是这样的。你一个人能不能让孩子快乐呢？如果没有爹呢？我觉得我也能，那就行了嘛。但我这不就结了吗？那你不用这个时候考虑这个问题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不预设问题。有了孩子，如果你能让孩子快乐，这个爹不能让孩子快乐，再来处理爹的问题。就是我很害怕又像我小时候一样会缺失父爱的那种。我知道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但我心里就是没有底，我怕他会发作，会影响到孩子。是这样的，缺失父爱是一种缺失。那个不幸的所谓的完整的家庭啊，它会给孩子也会带来一重缺失。那这个世界上在又完整又不缺爱的健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小孩有多少呢？其实是个未知数，是要打个问号的。所以可能1半以上的人，他们的童年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扰问题，缺失。没有，就不是能够真正的有完美吗？第一，完美压根不存在啊。第二，就是说能达到80分的，可能它也只有一部分。所以说你不能够这样去想这个问题，你有你的缺失，别人还有别人的缺失，还是这个问题，你要回归到自己的需求上。你不要说孩子是为了孩子怎么样。首先啊，我们先把我们这一生是不是得过明白了呀？我们这一生过明白，它有很多点位，其中一个点位就是我对于这个孩子有没有需求。你不用刻意的把自己弄得非常的无私和大爱，知道吗？人首先是活这一生。主要是我跟他一起生活都不是很开心，现在很累。对呀，你说你跟他一起生活很累，也许这个男人不会陪你一直走下去，也许你生了孩子，未来也是要考虑把这个男的处理掉的问题，但不重要啊，对不对？每一个时间阶段，我有每一个时间阶段需要去做的事儿，因为我过了这个时间阶段，有些事儿我就干不了了。我要的可能就是太完美了，老觉得这个基因上他的基因可能没有他的基因不行，那怎么着呢？你再去换个男的搞个基因，你多大了？来不及了。对呀，要搞就快点搞，知道吧？抢时间很重要啊。就是他人也很好，就是本心不聊他，就是你还不明白吗？根本就不用聊他。你是一个独立女性，你有着非常强大的物质支撑。心理素质、稳定情绪，你有很多很多的优势，这些优势它也会在你的孩子身上做呈现。当然，任何一个男人也好，任何一个女人也好，他们身上也会有很多的劣势，这种劣势它在基因的传承上它也会做呈现。那么最终他能不能变成一个完整的人格，还是要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慢慢的去修炼，对吧？就是说，曲曲，你说这些我非常认可。就是我的纠结点可能在于，我这一路走来已经很累了，然后我妈妈身体也不太好，情绪也不太好，就老公主那种，我要照顾她，然后我老公也是这种，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再有个孩子，然后我还有经营事业80%的所有具体的都在我。你听我说，我觉得我会累死。No， 你听我说啊，是这样，我不强劝你啊，我不强劝你，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一种可行性。就是说，就算有孩子，你也可以用你的钱去摆平很多东西。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你怎么深度投入、亲力亲为的，不需要，你不必给自己施加这样的压力。无非就是看你想不想要，还是回归到自我需求上，你想不想要？想不想要？会不会害怕要不了？
就觉得责任感好大，因为我有啥责任感大的呀？你责任感大，你就去 DIY 一次 DIY 3个，平摊了，风险共摊，赛马机制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呢。我老公就是他一定要我 DIY， 他说你不要自己，他说你要工作赚钱，然后你去 DIY 2个而已。可以啊，对啊，多 DIY 几个嘛，你就是我说了呀，风险平摊嘛，赛马机制嘛，也是解决问题啊，对不对？但都是我的事儿，你不要再思考一丝一毫的跟这个男的有什么关系，你只思考你自己，好吧？如果你实在是觉得这个压力我不想承担，那你就干脆说我不喜欢小孩，你不喜欢那也无所谓，那就不要搞。我喜欢的，而且未来也是喜欢就没有自己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不预设问题啊。好的，行，好吧，好，哎，再说一句啊，希望你能够来我们闺蜜圈，我们的闺蜜圈都是富婆。好呀，一定好，拜拜，拜，谢谢。我遇到富婆了，我必须得说一句，希望能在闺蜜圈见着你啊！我们闺蜜圈说不定那些富婆小姐姐会给你很多思路启发，知道吧？因为我们闺蜜圈里小姐姐就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啊。有的时候你们不要把它，我跟你们讲过了的。我小的时候，其实我在很多年的时间里边，我一直都是我内心深处我一直都是恐惧的。恐惧，知道吧？不是恐婚呐，一直都是恐惧。我其实这个事情，我是经过了很多年的自我剖析，我才意识到，其实为什么我以前有那么多的机会，但是为什么我始终在那个地方徘徊，不愿意向前一步？其实底层我有一重很深的恐惧，就是恐惧。我是有这种恐惧在的。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恐惧呢？是因为我从小的成长环境，我看到我父母对于我的那种就是飞蛾扑火式的豪赌式的培养，然后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那种巨大的压力，他们给我造成了巨大的愧疚感和责任，那种让我觉得我不成功便成仁，我不能够去接受失败，我不能够去违背他们的期待，是那样的一个很多年的过程，然后让我其实一直以来，我特别害怕，如果我有一个小孩，我就会像我妈一样那样去培养我的小孩，然后自我牺牲式的这种疯狂的投入，不留一丝一毫的东西给到自己，燃烧式的奉献。就是我一直对于这个东西很惧怕，我内心当中有一种很深的恐惧对这个事情。但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一个点上，我突然之间我就通了，我就想通了。后来我想啊，其实父母之所以是这样，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有两个问题，有两个原因导致了我跟我父母之间是这样的一个，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培养方式。是什么导致的？是因为第一，我是独生子女，所以说他不仅仅是在成就上的孤注一掷，他更多的时候也是在生命上的孤注一掷。因为他不仅仅是希望他唯一的孩子能有成就，他还很害怕他唯一的孩子出问题嘛，对不对？他既要保障你的生命安全，他同时还希望你能够就望女成凤，望子成龙嘛，对吧？它是两重期待的共生性，所以会导致我们双向的非常大的压力。可是如果不是独生子女呢，对不对？那么在这两件事情上，是不是它就都被分散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父母经济实力不够，他们的经济实力只能够支撑他们这种豪赌式的培养，因为他就这种条件，他如果不 all in 的话，他更没机会，所以他只能 all in， 他只有 all in 他才有机会，他 all in 了他的人生，我承担了他们所有 all in 的这种压力，对吧？这个就是我后来一直在复盘，我在一个点上我突然就通了，所以后来我说，那么也就是说我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钱的问题，对吧？如果我要对抗我的这种恐惧，那么第一件事情首先是让我自己富起来，有米，对吧？不管是我自己有米还是给孩子找有米的爹，两条路径选一条达成。第二件事儿就是多生，对不对？平摊压力。
无论是对于孩子的这种生命的这种珍惜性，还是对于他的成就的期待，我全部分担掉，把我自己抽离出来，把我自己摘出来，对吧？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是不是2个问题就都解决了？所以我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之间，哇，我豁然开朗，恍然大悟，我觉得我不用恐育了，我一点都不用恐育了，我只要这2件事我搞明白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孩子也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对吧？你们自己随便找，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自己随便找，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他们去赛马，支撑他们去接受良好的教育，支撑他们自由成长，选择爱好，那就好了。所以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对于这个我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心理路程的。只要我有机会啊，我这一生我的期待肯定是至少在3个或者3个以上，这个是我的想法。我是一个绝对的，就是一个多生多育的一个支持者啊。当然也是基于我的一个经济水平，我是绝对的支持多生的。我现在没有，我现在一个没有。我妈听了这个直播，她又要在后面骂我了。他说你人影呢你，他说你人影呢，你一天到晚在做青年白日梦，一个大把年纪了还3个以上。我妈天天泼我冷水，你们知道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了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或者是要想预约连麦，以及害怕错过曲直播，或者是怕曲某天被封了找不着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而且我不会在孩子身上投入特别多的命。我不会，就是我一定会有一个固定的数字，在我心里讲，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孩子在18岁之前，1000万到2000万一个孩子，对我来说啊，就是那我觉得就已经是我愿意负担的极限了。我愿意负担的极限就是这么多，绝对不能因为任何的孩子的问题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水平，绝对不可以。来下一个。哎，我上次你们还说1000万到2000万很多了，我上次跟个大佬，一个单身大佬，真的啊，不骗你们，那个单身大佬可喜欢我了，他向我抛来了橄榄枝，然后他说你对孩子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这个想法嘛，后来他就说他觉得一个孩子养到18岁，他觉得要5000个 W 啊，他觉得要5000个。然后呢，我说我至少要3个，我说那我3个加起来如果要5000个一个的话，我搞不起了呀。然后那个大佬紧接着跟了一句，没事，我搞得起。他说我搞得起啊，没事。这互相画饼。来下一个来。刚刚那个是谁呀？我刚刚不小心把人断下去了。我现在不找大佬，大佬会拖我的后腿的，大佬是会拖我后腿的，知道吗？我说我搞不起，那是为了给大佬光环面子，对不对？虽然我现在搞不起，但是我认为我不可能一直搞不起，对吧？按他这个标准，我认为我过几年我也搞得起，这是我的想法，我内心的真实想法，真实独白是这样的。我虽然表面上说的是那我搞不起，那这不是为了给别人一点，是吧？给别人一点这种，对不对？尊贵的感受，这是情商表达。我不是说真搞不起，那我总不能说那没事，我过3年我也搞得起。我讲这种话，那么聊天就结束了，好吗？这个对话到此结束，好吗？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说。你这个太吵嘞。太吵了。对，非常吵。
你这太吵了，我听不见。而且我跟你们讲，你们一定要知道啊，不是说在所有的场合都需要去彰显自己的能力的，因为给别人情绪价值，有的时候呢，它是为了贴合别人的一种需求，知道吗？比如说我跟你们讲啊，你们看我，其实我挣的肯定不少，是吧？挣的肯定不少。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一些男男女女在一块儿，里面有一些大佬啊或者什么的，有一些那女孩子一般现在都是独立女性嘛，一般在超一线城市能跟咱们玩到一块儿去的，基本上都是经济实力还比较强的女孩子。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有的大佬就会说啊，他们比如都是单身啊，什么啊我们找不到对象啊，什么都是单身啊，什么这个那个，哎你们给我介绍啊。比如说有的大佬他们就会说，哎，那你们能够接受，男的跟你一年。给个几百万，然后呢，你就不工作，然后呢，你就在家里，帮助他搞大后方嘛。然后所有的女孩子可能都会，那不行，那不接受是吧？我马上第一个举手，我说我可以，我说我可以，我真的，我在这种场合啊，我从来都不往后缩，知道吧？就任何的女生，她们都会觉得，那我们肯定还是要搞事业，不是？她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彰显自我价值。但我不是的，因为我的自我价值不需要彰显。我觉得我的自我价值，我彰显与不彰显，它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今天参加这个社交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参加社交局的意义难道不是让大家开心吗？对不对？难道是在这里比个输赢吗？比是你挣得多还是我挣得多？这有什么好比的呢？对吧？他们大佬想当老大，我就让你当老大，我也无所谓。所以人家一说这话，我马上举手。所有的女生看着我都惊呆了。其实说句良心话，其实他们可能没我挣得多。说句良心话，但是我还是会这样，我就是觉得这样就能给大家情绪价值啊。那男的听了是不是觉得很开心，觉得很自豪，很有成就感？那就让他爽一下嘛，对不对？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损失。老抬杠。下一个是谁？我一年挣多少？挣个饭钱。Hello， 你好，你好。Hello， 菊菊你好。哎，你说啊，今天也是经过一些挫折，非常开心，还是最终跟你连上麦了。然后，我看了您的那个各种录屏一段时间了，觉得您真的是有超越您就是同龄人的一些智慧跟表达能力，非常的佩服您。然后也特别希望能够成为像您这样的人。我这边想咨询的是一个普通的婚恋方面的问题，然后我跟您大概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吧。我自己是江浙省会城市的独生女，然后我现在我是19年那个口罩事件之后回国的，然后之前是在美国读的本科跟硕士，然后工作了3年左右，然后现在的话是在超一线一个外企做技术方面的工作，然后我今年的话是31岁，未婚，长相的话中上，算清秀型吧，然后家里的资产大概基本都是在不动产上面，大概有2000W 个左右，然后自己的话是自己名下的话是在上海超一线有房无贷的，然后现在的话是我就是前段时间比较意外，就是在我前段时间就是分开了，分手了，然后就有一个认识了特别久的一个同事，他来追我，然后男方的情况是他今年33岁，然后他扯过快乐证，之前是在围城内的话是5年左右，现在扯了1年左右，然后没有子女，然后的话他的学历背景跟我差不多，但是他是北方某个省会的城市的独生子，然后也是跟我差不多是在我们现在的城市有房无贷，但是呢他有几个比较，就最近的话，我父母大概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是他的存在，然后我父母的话是非常反对，然后我家里的情况是我父母都是
其实我跟您算是老乡，我父母就是您那个本科学校原来的那个大学教授，然后后来我是大概在小学左右的时候，他们调动工作调到江浙这边省会了，所以您可以想象他们就是那种理工科的那种老教授，就比较的传统，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男生的情况之后是非常的反对，主要反对的原因的话是有下面4个点，一个就是他的扯过快乐症，我父母觉得这个非常的不能理解，就说我的情况也不差，为什么要找一个这样子在围城内待过这么久的这样的一个人。其次的话，他们结婚多年没有子女，然后我父母就有一点怀疑他的那个情况，然后这个男生有很直接的跟我说过，他们之前都是有去检查过，然后他们都是没有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成功。然后的话，由于家境，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境没有差非常多，只是因为所在的城市的不动产的价值不一样，所以导致了家庭的一个总资产价值可能大概是我家是他的2倍左右，所以我们的消费习惯也是有所不一样。但这个2倍左右，就是说不想听了吗？你不想听了。我坚定不移的与你的父母站在一边。你这个是到这儿就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不动产一个是2000W，一个是1000W，您觉得也是非常这个不动差距大是吗？不动产不是这个里面的最核心问题啊，对不对？而是他本来就比你穷，他还有这么多历史，而且你父母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他们的担心是绝对有意义的啊，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好吧？了解。你这有点太往下看了。真的吗？因为我认识他挺久的嘛，我觉得他就是除掉这些外在条件的话，他的人是一个特别善良，而且善良的男人没有结过婚的，没有善良的啊。可是他们扯快乐症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原因就我觉得可能不在他你咋知道？就是您觉得这也？因为我跟他之前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朋友，我大概知道就是他们扯快乐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前任然后去念了一个 MBA， 然后认识了一些就是大佬级别的人物，然后后来就男人吗？你们这个共同的朋友是男人吗？就我跟他是跟他4年多的同事，所以也一直关系之前挺好的，所以说对他的情况我可能还是比较了解。我不认为你了解，而且我也不想跟你杠这件事儿，因为他也不重要，就是这个事儿压根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吧，就是这个男的他确实是不配啊，确实是不配。您是觉得双方的匹配度确实有一点差距，他确实就是不配，就是犯不上，没必要，完全没必要。即使他的价值啊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没啥价值啊，也没啥，就是因为没啥价值啊。我说情绪价值这些的话，情绪价值有个屁用？了解了。情绪价值能给情绪价值的小奶狗还多一些，好吧？行，那我再跟您就是再想跟您最后这一点点时间再跟您讨论一下，因为我现在年纪也不是特别小了，所以我现在是你多大？有想借助，我31了，然后我想就是回美国，回那个漂亮国，然后借助一些科技的力量去动那个什么，您觉得？然后还没到，没有到这个时候吧？现在质量不是比较好一点嘛？这个年纪，那你想动也不是不可以，想动也可以动。但我是觉得没有到，如果你这么想结婚的话，其实你直接在婚恋市场上面去走对碰就好了，知道吧？因为你方方面面条件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婚的。你现在的我觉得在超一线可能你是在超一线吗？对，我在超一线。我跟你说，在超一线30几岁没有结过婚的男生特别特别多，你可以去走一个起量的方式去对碰，多去碰一些人。把你的条件就明着拿出来聊，拿出来讲。好的，行，好，谢谢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事业上，我觉得你应该也听得出来，我其实因为也自己是一直学理工科的，然后走的也是技术岗的这个路线，所以我觉得我的社会性其实特别差，然后阅历啊、情感经历方面其实都是
我觉得相对同龄人可能不太足。然后我在事业上也是觉得我好像一直走的就是一个技术广做算法的。然后我看像您以及是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同龄人的话，我就觉得你们好像就做了很多能够超越自己技术上面的专业硬实力的事情。然后像我的话，我就好像一直就只是一个打工仔，从一个公司跳到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学着这个技术的进展。然后之前我也是学数学这种专业的，然后在人脉和社会化程度上都特别的低。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种案例的话，我在事业上面的话，您对我有什么建议能够打破这个比较传统的只是通过跳槽晋升自己的事业，然后以及是如何让自己的资产能够更上一层楼吗？您对我事业上有没有什么建议？关键能不能经历波动，或者是阶段性的没有收入，经历波动。因为说实话啊，所有的风险跟收益它都是成正比的。能够产生比较大的这种阶级跨越性的这种财富的状态的人呢，他要不然呢就是通过婚恋上的这种价值补位去走这个路径，比如说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大很多的，然后很有米的，或者怎么样。要不然呢，他在事业上面一定是他能够去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做一些，比如说我长时间没有工作我就去创业，或者我不为了收入去工作，我就为了创业去工作。我为了创业，我去把一个工作里面所有的东西1、2、3、4、5给它摸清，或者说我就去从事一个看起来好像跟我现在的专业不相关，但是我的专业却能够让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变得很不一样，能够让我在另外一个行业里面有附加值。就好像我原来是唱歌的，但是我来做女性成长，我是在干嘛？我是把共情力用过来了，我是把表演力用过来了，因为我的共情力跟我的表演力用到了这个女性成长的这个事业赛道里面来，我超越了别人，弯道超车了。它是这样的，但同时它也是有风险性产生的呀，因为你是在从事一个其实你原来没有做过的一个事儿啊。了解。那您是怎么因为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职业就非常的把您很多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了，您是怎么找到这个赛道的呢？这还用找吗？我这个赛道不是找的，我这个赛道是大家都看得见这个赛道好，这不是我找，这是等来的，等来的。了解，好的，好嘞，行，好，谢谢您，好，再见。我是不是等来？我们叫等风来，知道吗？等风来。我们已经在很多点位上努力了很多年了，然后直到现在，哎呀，出现了直播这个风口，它正好把我所有的技能融合到了这个点上。但是我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的时候，我本来也是一个拼命在做各种各样不同尝试的人，我从来就没有稳定过一天，我一天都没稳定过。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一直就是在动荡当中求生存的一个人，是吧？以过冬的心态永远活在春天里，这是我跟大家说的嘛。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特质决定的。那你们在你们所熟悉的那些领域里边，有没有一些赛道、一些行业是你在你的视野当中能看到现在能挣大米的，对吧？那么能不能跟你的专业上的一些东西稍稍的挂点钩，然后你就切进去？你也不用想着短期之内非要挣多少，它很多东西是你把它的里边很多环节给它看懂了、看明白了，然后厚积薄发，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想要预约连麦啊，或者是要怕走丢我们的直播间，怕找不到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喜欢听我聊戏。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Hello， 你好，蛐蛐。哎，我好紧张。哎，你说。我先说一下，很高兴跟你连麦。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84年的，超一线城市土著，然后工作是医生，颜值的话5到6分，缺陷是比较矮。
就是脸蛋身材还可以，但是身高不足。然后自己有一个小房子没有贷款的。然后我扯过快乐证，有一个女孩跟着前任。然后男嘉宾的情况是81年的，跟我同一个城市的土著。然后他国内的工作是银行职员，6年前移民去了漂亮国，然后现在拿好绿卡了。他在那里的工作是销售，工资大概是6000到8000美金一个月。他也是得了快乐证的。他的女孩也是跟前任的。关系的话，我们20多岁就认识了。短暂的谈过一次恋爱，然后我因为挺任性的，就把他给甩了。他有点耿耿于怀。然后断断续续一直保持着联系。然后在我们几乎同时扯快乐证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保持着大概10天左右打个电话的这样一个频率，坚持了大概1-2年。然后他经常问我，你最近找到对象吗？目前的恋爱状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一直让我去美国玩。然后我因为觉得他没有对我有意思，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我以为他看上我了我再去。然后呢，这期间他就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自己在网上认识了个女嘉宾。然后那个女嘉宾也是同一个城市的，然后41岁，然后好像是餐饮店的店长之类的，也是扯过快乐证的。有一个女孩，然后在漂亮国读书。然后这个女孩8月份的时候去漂亮国住了1个月，住在她家。然后我后来我10月份我也去了一次漂亮国，因为我觉得自己也要主动一点，不能等着美好的事情发生。然后去了之后他也挺开心的，然后拿着红梅到机场来接机的。然后上班我就在他家里，下班了他就带着我开车出去吃喝玩玩。然后所有的开销都是他负责的，包括我买礼物给同事啊朋友啊什么都是他买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苹果15。然后回来就是住了1个礼拜，然后我就回来了。走的时候他说你明年再来玩吧什么的。然后现在我的希望是能和他领证，然后让他帮我办绿卡，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有没有戏，或者我用什么方法能够促进这个事情发生。你回来以后他跟你联系吗？联系。每天都联系吗？也不是，大概3天5天吧。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事儿吧，其实是基本上被定义成是 PY 的一个事儿，知道吗？你呢，如果是实在是想搞呢，我建议你去1v1。就是因为你肯定是聊不出来那些东西的，聊不出那种浓的情绪价值和爱意，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与画饼的，你自己的个人实力肯定不支撑你聊这些东西。那你可以来1v1试试，然后呢，让老师帮你聊一聊，看一看能不能把你这个关系往你想要的那个方向上掰一掰。但是呢，这个不能打保票啊，我只能说，因为你这个事儿实际上现在是定位在 PY 这个事儿上的。那我可以用什么话术来试试看？不用试，这个东西不用试有什么用？试就是 PY， 不用试。现在人家定位就是 PY，只是说你想往那个婚恋方向去扒嘛，我们可以试着帮你扒。用一些比较，就是因为这种男的呢，他是属于普通男人啊。普通男人呢，一般来讲他是没有见过那样的情绪价值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可以用一个比较降维的一个打法去试试。但是你自己跟他聊，那你肯定聊不明白，那都调动不了情绪都。那他大概圣诞节会回来，那我需要多久的时间来？那正好呀，先跟你聊到圣诞节嘛，对不对？聊到圣诞节见了面的话，就能提了呀，让他把你带回去啊，对不对？好的呀。正好啊，2个月，你试试吧，试2个月看看。对，我也想试试。其实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我太过被动，所以他再去找了一个。如果我哎呀，no，想多了，不存在什么太过被动、主动这个那个的。如果是本地的不走的，那么我会跟你说这个是被动主动的问题。但是像这种异国的，本身人家也就是把这个事儿定性在一个 PY 的位置上在，他并没有非常想往婚恋靠。想往婚恋靠，他肯定会找那边顺手的啊，价值平配的，然后很容易进这种稳定关系的，懂吗？他本身跟你两个人勾搭，就是因为他想的就是 PY 这个事儿，要不然他没必要啊。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把这个事儿往婚恋上靠，那么呢可以试试，好的，我知道了。好吧，行，那我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这样，这就试试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怎么了？你自己贴上去，你冲过去住哪里？你住不回来，毛病。好吧，我知道了。好吧，行，好，就这样。那我1v1吧。好，拜拜，拜拜。我跟你们说，就国外的如果他是待在国外的男的吧，他相对来说啊，就说脑子没那么复杂，脑子相对来说会不那么复杂。那么你再去跟他去进行很多信息上的沟通的时候，这种大量的这种文字来往，它有点类似于书信的这种感觉，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啊，其实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通过发信息能够调动很多情绪动作，最后能够往婚恋角度上去推呢？你们就想一想，你们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过那种跟一个人写信，就长时间不见面，然后通过那种写信的方式让大家的感情变得非常非常浓烈的？会吗？而且你甚至于会觉得那种感觉特别的纯粹，特别的可贵，有没有？其实就是把那种感觉平移到你们现在的这个状态里边。因为我们经常会帮一些客户去操作，比如说没见过面的网友、大哥，也甚至于这种异地的这种东西，我们会帮他们去操作。当然这个不是说100%的，但是确确实实有一些人，如果他相对来讲他身边的异性资源没有那么多的话，那么这种路子是很奏效的。但是如果他异性资源太多了，那你就别想了那就几乎就是不是小作文，不是说你们说的那么简单的小作文，是一种真正的能够调动情绪的互动，明白吗？就是你是真的能够跟他讲故事，去给他描绘未来，然后去给他讲述你心中的那种感觉，还能够接得上他的情绪，它是一种这种来来回回的这种情绪互动，然后让对方即使是隔得很远，他反而会觉得说，虽然我们隔得很远，但是你懂我，他会觉得找到知己，就是你让他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隔太近了可能还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隔太近了没人帮你发嘛，不是你隔太近了就一见面就露馅儿，一见面就你那三角猫就不太行啊，就隔远了，就是说不定我帮你聊个2年3年的，不2个月3个月，说错了2个月3个月的给他聊上头了，知道吧？聊上头了以后，到时候他就很冲动，他就很想跟你两个人长相厮守，他就会做出很多很多的行为。而且这种年龄呢，他也不是说特别小的话，他还容易老房子着火，知道吧？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我的妈的，一说到这就卡壳。或者是要预约连麦以及怕走丢曲直播间，怕找不到曲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反正这个东西跟你们说也跟你们这么说你们不会明白，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有看到我们从头到尾给你这样操作下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拿到正反馈，那么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会有，比如说有一些姑娘她没谈过恋爱的，就是非常单纯，完全没谈过恋爱，然后呢她想找一个优质的男嘉宾，然后呢就想直接推婚恋，
我们有很多这种成功案例，就是因为这个女生是完全对于情感是零认知的状态下，她遇到一个优质男嘉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用了我们这种千年老妖的内核，却加上了他这种无比之单纯的人设，明白吗？给到对方，最后他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综合维度，就是你怎么可以这么单纯的同时还能这么给我情绪价值，你就会在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分就会变得很高。包括你看我不是跟大家讲，就是包括我跟你们讲这个10点半也是这个样子的嘛，对吧？我们在就是学10点半的时候啊，它是什么？它是很多时候是你用一个年轻的躯壳装进了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女人的10点半，明白了吗？它这种冲击，这种叠加，它会产生一个更大的作用，它是这样子的。反而啊，像我们这种一出门给人感觉就渣的不要的这种，有的时候这种没啥用，没啥鸟用。我跟你们说，就得反其道而行之。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啊，虽然我很会给情绪价值，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像我这样的，一走出去给人的感觉，我一走出去给人感觉就是这女的精的要死。谁看到我，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觉得这女的傻白甜，不可能，就没有长这种脸。我一走出去，人男的绝对觉得精的要死，对吧？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往往在跟别人聊天的过程当中，还不能怎么去过度的提供情绪价值，他得反着来。我还就得让那个男的觉得我压根就不屌你，知道吧？我不勒都不勒你，他就会觉得你怎么不给我提供情绪价值？你怎么不扎我呢？你怎么不来套路我呢？就是你还得给他产生这种反差感，他最后才能有效果。来下一个。有的时候是扮猪吃老虎，有的时候是扮老虎吃猪。你好，继续。哎，你说。哎，不好意思，我要念稿子，因为有点长。好，你说。然后看过一个你小时候最好朋友谈恋爱跟你分开的那个视频，你不是哭了吗？当时，然后我被你打动了，我感觉我们是同一类的人，就是感情丰富但是不能用情很深那种人。然后这个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我的情况比较匪夷所思。然后35岁，一线城市土著，独生女。家里8套房产，年现米资产大概2500以上，然后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是收租跟股票。长相的话，化妆前路人，化妆后7分，家风简朴低调，从来没跟朋友透露过我们的家庭情况，连最好10几20年的朋友都以为我们只有1、2套房子这样的。然后属于隐形小康，爸爸呢是那种节俭诚信葛朗台那种，然后妈妈属于小公主。我爸就希望我独立，妈是希望我相夫教子，所以那个教育挺分裂的。然后男嘉宾36，同一个城市的时候家庭贫困，家里没存款，爸妈属于清洁工那种。现在家里的一套房250个左右。婚前他妈中风了，爸爸也大病，长期吃药，家里7大姑8代遗传出大病的，他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照顾他们。然后我们是高2在一起，高中毕业一起出国读书4年，我毕业回来就在银行工作，2年后结婚了就辞职了，婚后开始才有10点半的生活。然后这个我也挺感激他，就是他也尊重我嘛，这个。然后我们现在是19年了，他的好处，一个是样貌好，第二个10点半好，第三个20年来对我的起居生活无微不至，我是一次地都没拖过，一次饭都没煮过那种。然后由于初中遭受过霸凌嘛，然后我得了那个强迫症，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这件事情是，然后他这么多年他都默默忍受，我很感激他这个事情。好，我们平复一下情绪啊，平复一下情绪。好，不好意思啊。然后致命的缺点有2个，第一个是婚后2年后他劈叉，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旧同学，一直婚前婚后都追他了，我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知道这个确实不是他主动的。然后第二个是
然后我当时的世界观又跟他嘛抑郁了5年，然后性格都变了，全部都变了。然后第二个是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婚后是 AA， 然后从13年前回国开始，我就租房子住，因为我强迫症嘛，这个是特殊的情况。然后我们的租金都是我们家出的，他负责水电费，然后没有大额付出。婚后呢，就讲过大话，就让我签那个借贷文件，说房子加我的名字，然后签完以后他又说那个是他父母借他的名字买的，所以就不加了，就他父母住的。然后我也没关系嘛，我们有8套，我就不管他了。然后那个换车也不告诉我，然后我在朋友圈才发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前10年基本就没有付出米嘛。然后5年前呢，我经朋友一再的提醒，说我这个情况有点，就让我起跳嘛，我就起跳了，我就说以帮他存养老金为由，就起码每个月给1个 W 嘛，然后就用作家庭开支啊，零花钱他就一直都有给。然后本来我爸呢给我买了一套房子的，由于他劈叉呢，我当时抑郁就出不了门嘛，然后就转写我妈名字了，就变相我现在就没有房产。他叔叔呢这几年就借给他100个 W 做生意，长期绑定他照顾他们家，那就是全部的不是大病嘛他们，然后现在生意就起来了，每个月流水呢就200个，就1年利润肯定有70个左右，然后前景也很好，一直会很好的。然后最近2次呢，几个月他就提扯快乐症。第一次呢就吵到我妈那里，我就打他嘛，我说你就去问我妈拿本本嘛，本本不在我这里。然后我就让我妈假装同意嘛，就看看她什么反应。她一听说同意，她又不说不扯了，然后就说跟我妈抱怨说我催她生活费呀，让她就是怎么，因为她周转有点那个嘛，就所以有时不是很准时。然后第2次的话就是前几天就说我不给她带球。然后我在家就现在辞职了嘛，一直就在家炒股啊，做副业啊，收支的话1年15个。然后新年呢，我们家固定会给20个红包我的，然后加上他每个月1个 W， 我1年就40个左右嘛。然后我又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我就习惯就存下来170个左右了，现在是。然后我的诉求就2个，第一个是搞清楚这个高低位，第二个是我应不应该带球。因为我的特殊情况嘛，而且他家又病，我就想他的基因，我的基因也不是很好嘛，又不用什么传承的了。然后我跟他讨论过 DIY， 他有很大反应说不肯。然后我说那算了，我就顺从你嘛，我说你给个生育基金嘛，就20个这样子，然后那就推进嘛，因为我35岁了嘛，也是时候要决定，就是这2个问题这样子。这个男的反正呢说白了他有点10年磨一剑的味道，知道吗？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呢就把你当小公主给你哄着，给你哄完。经济条件好了呢，翅膀一硬呢马上就要飞啊，要搞。对，他就是属于这个路子，不存在什么高位低位。是这样的啊，我对你的建议呢是，如果这个男生他的经济实力在往上走，那么你对于他的态度啊还是要有所调整，要转变。因为人是这样的，因为他是2个象限，一个呢是他在家里感受到的一种地位，和他在社会上感受到的一种地位，这2个地位之间不能有太大的反差。这2个地位之间有太大反差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他的一个逆反心理，知道吧？他有可能就是会觉得我凭什么呀，对不对？我都伺候了你这么多年了，我现在扬眉吐气了，你还想让我这么搞？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他的经济实力上来了，如果你希望他在你身上投入更多的物质投入的话呢，你也要学着去给情绪价值。有，我最近这2年都是已经学乖了的，而且我看了你的视频，然后就按着他的地位的转变而转变嘛，我都有。是这样，该给情绪价值给情绪价值，但是呢，该要米还是得要，这个口子不能松啊，这个口子绝对不能松。只要他说要谈小孩1、2、3、4、5、6，你就直接开始跟他1、2、3、4、5、6，他怎么1、2、3、4、5、6，你跟他怎么1、2、3、4、5、6，谈条件。用行动推动决策。然后他说不用的，不用那么多。然后我说你上网查嘛，这个城市这个就是要这个不用聊这种，不要聊这种天儿。我跟你说啊，我们呐不要就是去自欺欺人，也不要帮着对方去
自己骗自己。越是在谈条件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对方认清现实情况，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要这个米，不存在别的，就是因为我认为你未来会越来越好，在你未来越来越好的路上，我就是希望我们2个人有了孩子之后能够终身绑定。男人有钱就变坏，你就跟他这么聊。你说在我看来，你说我是很爱你的，你也是很爱我的，我认为我们2个人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你说如果我们有孩子，他也一定是爱的结晶。但是我不希望未来产生了很多社会上面的诱惑，对吧？你也会有波动，你说你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如果说你不能把米放在这个地方放到位的话，那么我跟未来我的孩子都不会有安全感。知道吧？就是承认他的优秀，承认他现在起势的这个状态，然后也告诉他在这个状态的背后你们面临的危机是什么，并不是说我一个孩子要养多少钱，你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可被讨价还价的东西，懂吗？就你说你是纠结一个孩子是花20个 W 养，还是他去纠结一个孩子花10个 W 养，你们2个人在这种模棱两可的问题上面就是没有什么讨论不出来结果。所以我们讲所有的话，它必须是立足于现实的，而且这个1、2、3、4、5的点位，我们双方能达成共同认知。明白。所以我没有退让空间，这个事儿必须要这么干。你说我就是为了我们将来未来的长久绑定。你说你上次已经跟我提扯快乐证了，你说我怎么信任你？你现在刚刚起来你就有点飘，你说未来你如果赚更多米，你会不会更飘？对吧？对呀，我跟他说，你就一有就开始第一斩，就是一有就斩那个意中人了，那句叫怎么说？就是这个样子的呀，本来就是这样的呀。一有，你说如果有一天退一万步说，如果你真的走出那一步，你说起码来讲，我跟孩子不至于一点风险抵御能力都没有，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存米，你还是要把它想想，别弄上去啊，好吧，好。好，就这样啊。好，谢谢。我的思路跟谈生意一样，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要像我这样考虑问题，像我这样看待问题，你们就不内耗了，没有内耗，知道吗？所有的关系它都是相通的。我告诉大家，我给你们讲的永远都是人际关系，男女关系啊，它只是人际关系其中的很小的一个展现面，但实际上任何一种关系它里边都是有很大的共通性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用同样的一种逻辑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的。能够把男女关系谈得明明白白的人，往往呢他做生意他也差不到哪去。你把每一个人都当做一个真实的个体去对待，去正视人性的弱点，你就能把所有的人都盘得一清二楚。不要用所谓的爱情去解释很多东西，爱情是一种情绪表达，它不是客观表达，明白吗？它没有衡量指标，没有衡量指标的东西就会让你出招的时候出的都是乱招、瞎招、打乱仗。我刚刚是不是前面直播的时候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们要用自己的确定性去对抗未来的那些不确定性，知道吗？人性的弱点，这些都是确定性的东西，我们去深刻的理解人性的弱点，用一个非常就是坦然的状态去跟人性的弱点做谈判，那么我们就能规避很多未来你因为情绪化而产生的一些风险性问题，对吧？爱你的时候对你好，不爱了怎么办？对不对？忠诚的时候你什么都能拿到，不忠诚了怎么办？这些是不是都是不确定性问题，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预约连麦，或者是害怕跟曲曲走丢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有人说为什么我总是处理问题这么精准？所以呢，咱们还是有核心竞争力的，对吧？
虽然市场上很多人想抢我嘴里的肉吃，但是咱们确确实实还是有点东西的。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Hello， 哎，你说。你说。哎，不要退出，你退出我听不到。你退出我就听不到了啊。Hello。哦。Hello。你要换个设备看稿子吗？对，稍1分钟，稍等一下。大家不要耽误时间啊！连麦之前把你的稿子跟你的这个直播连麦的这个手机一定要分开啊！不要在你要连麦的这个手机上面写稿子，这样的话耽误大家时间啊！我的书叫什么名字？叫你就是光，叫你就是光。我们的宣传语是你就是光，不后炬火。是不是一听就很高级？我的书之所以出这么久出不出来，就是因为我总是还是有点平台执念，就是我总是想，我就好像我们当时做金贵的关系，你们看我们做金贵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说你的课做的跟人家那个商学院的那个是吧？你整体的那个规格啊，就跟那个商学院的里面的东西差不多。我说是的，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雕琢的。一出这个市场的时候，就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就是不针对下沉市场的一个东西。我就是所有的理念，我一定是先精准对标这个群体。来下一个来，先连下一个。我们现在书还没上市呢，啊，马上上了，马上上了，还没上。但是你们一定要到圈圈哦，你们一定要到圈圈。Hello， 你好。哎，你好，非常感谢曲曲给我这个连麦的机会啊，给予了很多像我一样迷茫的女生指出了人生的方向，谢谢。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89年的35岁，然后扯了快乐证，我是18线小县城，平均的工资是3000到5K， 然后我的工作是二手房交易，然后我在我们当地就收入还算可以，是10W 到20W， 是一年吗？我现在是对，年收入。你说别人的收入的时候说3000到5000，说的是月收入。你说你自个儿收入的时候变成了年收入，你们这个单位能不能统一一下？好的。然后现在是扯了快乐证，当初扯这个快乐证的原因是因为在围内当中遇到了1号。然后当时是双围内，我们都是35，然后他性格比较好，是我们在19、20岁的时候有过一次见面，然后当时互生好感，但是当时是他在跟他现在围内的恋爱阶段，我也跟我前任我们是恋爱阶段，这样2对以这种方式见面，然后谁也没有多想，就不联系了。这过了很多年，然后孩子在同一个学前班一起上学，然后就加了第9号，大概在孩子2年级的时候吧，就产生了联系。他的朋友要卖房子，然后跟我的工作相关，我们就这样聊聊就在一起了。但是我当时比较上头，就可能在一起没有太久吧，3、4个月就正上头的时候，就跟我家里那个就分开了。但是他呢，在这中间其实没有给我付出什么米，他总是说以他怕围内发现这样的理由，然后就给我画了很多饼，我就很内耗，然后中间又很多次跟他提分手，然后到现在也是总是让我很反复的，然后让我产生非常大的内耗。这个情绪、工作加上孩子都受了影响，然后现在是我们有断联，
10天左右吧。然后他还在不停的加我啊，就所有号我现在都给他拉黑的状态，不停的加我，然后就是意思他现在处于他们签字的冷静期，就是想我感觉是还在确认我的态度吧。如果说我这边给肯定的话，他那边就可以签字。但我觉得可能我还犯一个毛病，就是把他推开，然后你如果坚定选择我的话，才有可能我有毛病。不是你有毛病，是他条件不够。他的收入可能是跟我差不多，10单比我多一点。不是，我说了，不是你有毛病，你之所以又要推又要拉，要推又要拉，说白了，因为他是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才会让你这样，你懂吗？这个是本质。如果他真的是条件让你觉得很满意的话，你肯定要把他扒拉过来，对不对？你为什么扒拉过来了吧，又怕他贴得太紧，推开了吧，又怕他跑没了？你就是因为他就是个鸡肋。这个中间画了太多的饼，然后也撒了很多谎，就很多，我还愿意打人，我打了很多次吧。哎，小姐啊，这人呐，开始关系呢，如果说这个男的不是什么很牛掰的人，我就建议你们呢搞干干净净的关系，知道吧 ？Hello， 我建议你搞干干净净的关系，好吗？不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惹得一身腥。最后吧，就像你说的，产生无谓的很多内耗之后呢，它又会影响到你的收入水平。对，你不是有毛病？谈恋爱到底是为了啥呀？谈恋爱是为了让自己给自己做能量加持，知道吗？我在一段恋爱关系里，我感觉到更幸福、更快乐、更富足，这是恋爱的意义，而不是去消耗。在我们这18线小城，好像收入都是，如果年收入的话，这跟收入不是直接挂钩的，是这个人本身他就在一个关系里，所以他跟你这个关系叫稀巴烂的关系。稀巴烂的关系，你为什么要搞呢？你有什么必要去搞呢？这个男人有什么不可替代的呢？就是在19、20岁的时候那个好感吧。别那么扯淡了，自己给自己的上光环、上滤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事业发展，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了广州待了半个多月吧，20天左右吧。当时去的时候是想做那个直播带货，但是没有找到非常好的门槛，然后就回来了。因为我现在有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工作还有很多投入在老板那里压着，然后暂时脱不了。最快的话可能是年底或者是明年，等到房费到期的时候，然后我能撤得出来。现在就是说其实挺没底的，因为到广东那边去，可能我自己想的是做好了前半年或者是最长1年都没有收入的这么一个状态去拼一下，想试一下。是呗，我都说了，我有一句名言啊，一个决定当你很想做但是呢又不敢做的时候，我们唯一的衡量指标是什么？死不了就搞，这就是我们的衡量指标，死不了就搞，就是这样。你们这些人本来就屁也没有，还害怕失去，都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失去，还害怕失去。哎呦，是，最近有点被搞心态了，是前几天又遇到我的小学同学，他是非常但是在我这儿就是收入太低，可能不在我的择偶框架之内吧。人是非常好，体制内的小苹果，就有点表示想推为内，但我觉得我已经有一个娃了，不太你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点正事儿可干呢？一天到晚的就找些什么，哎呀，收入跟我差不多的，哎，那他收入也不高，哎，他想跟我推为内，这个为内有什么牛掰的呀？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到底有什么好处？你在前面一段围城关系里到底获得什么了？前面那个更大，那你说个屁呀！你又没获得个什么，你搞得好像你好像是那种我一扯快乐针我身家翻个番，我一扯快乐针我身家翻个番，于是我有事没事我就找个男的进围城，完了以后我就让我的身家翻番。你们是这个路子吗？一扯快乐针刮成皮，一扯快乐针刮成皮，我都不知道你要进围城关系干什么。
可能还是想找一个条件更好的吧。那你就找条件更好的呀，你瞎了吗？真的。那你就去找条件更好的呀，你没有条件更好的，你找毛线？好，谢谢。就这样，拜拜。你们目标导向倒推行为行不行啊？真的，你们真的天天跟我说，哎呀，他要推维内了，哎呀，我要去了，他要推维内了，哎呀，我要去了啊！这个女人呐，你们这个脑子怎么不开化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围城，你真的理解了里边的要义？你看懂了这里面的价值了吗？还是你曾经是个既得利益者呢？啊，那些老头儿吧，老太太走了以后吧，他就拼了命的要找个女的进围城，为什么？因为他被那个老太太照顾了一生，现在这个保姆没了，懂不懂？他突然一下子保姆没了，他得赶紧找个人再给他续上，这是人家那个老头儿非要再去找个老太太的原因。我不知道你们的原因是什么。在一段维生关系里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损耗，跟男的要钱没有，要情绪价值没有，屁都没有。完了以后好不容易从一个维生关系里摘出来了，又要奔向下一个稀巴烂的维生关系。你们到底逻辑有没有逻辑做事情？一点逻辑，1毛钱逻辑都没有。我真的服了，你们学人家那个，我看那个欧美的电影里头是吧？人家那扯快来着，一扯身家翻一番，一扯身家翻一番，是吧？我不跟你说，我干妈就是这样的。今天扯完，搞了10几套商铺，下次又扯，扯了以后又搞了好几套住宅，下次再扯，人家是靠结婚发家致富，我不知道你们这靠结婚是搞了个啥？靠结婚把自个儿薅秃薅残。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下沉了呀，我就着急，知道吧？你一下沉，我就焦虑。我有的时候我就解决不了，因为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觉得你就一顿乱忙活来忙活到后面，不知道你在忙活个啥，我看不懂。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啊，或者是想要预约连麦，以及害怕跟曲曲的直播间走丢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多少人在那咒我，说你要被抓了，哎呦，你们可别操心了，行吗？啊，咱能不能别操心了？我被谁抓了呀？啊，我到底要被谁抓了呀？我是哪个大富翁要把我私藏了吗？太爱我了，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美貌与智慧共存的女人，不想让我在平台上活跃了，然后想把我放在家里当金丝雀，是吧？那个男的老说我跟你们透露一点点我的商业机密好不好？我跟你们透露一点点我的商业机密好不好？啊，我只透露一点点啊，我一年交税都是8位数啊，我就稍微的给你们透露一点点啊，别天天说我要被抓了，这个要被抓了，那个要被抓了。我们是很有家国情怀的人好吗？啊，你们听一听我每天在跟你们讲的正能量，我们是很有情怀的人，真的是。不小心把它断了。你好，哎 ，Hello， 你好。先感谢一下曲曲啊。哎，你说。自从看了你的视频之后，发现人生需要找到目标。然后我今天想，我先讲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我是98年，家里在江浙沪某省分城市有一个2000W 的房产，爸爸是小苹果，妈妈是医生，然后我是在英留学生最后1年网课毕业，然后因为家里的原因，自己就是之前在4大所实习，然后现在自己在做自媒体。然后男嘉宾大我12岁，86年的，是大佬。我和他现在在一起1个多月，然后他是付出了20个
因为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2-3天正好是七夕，然后当天是13个W 的礼物，然后过了大概快1个月的时候，要快到我生日了，他就主动，我当时说要做一个手术，他就主动说，他说我帮你报销这个手术当那个生日礼物了，但是。然后后来说完之后，我过生日当天他就是投入了5个，然后结果我自己摊完，就是我要开学了嘛，就是我要漂亮国，我又有一个研究生要读，然后我自己先去了伦敦，然后我去了伦敦，先去了1个星期，然后又去首尔，我可能要做手术。当时我到了首尔，我和他说，我说我第2天要做手术了，让他报销，他就说要等我回国了再给我。然后相当于就是我们在一起可能1个月的时候，我就先出来旅游，现在就是大概半个月，我还没有回国。然后我到首尔现在是1个星期不到。我们就有4-5天没有联系，然后昨天他现在联系我了，他就问我，他说因为前2天他也不在国内，他也出去有事，然后他现在就是昨天问我，他说回来了吗？然后我说过2天回，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他有点就是总是想让我先付出，然后他再给我这种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不很正常的个事儿吗？就是我觉得他和我之前谈的男朋友不太一样，我之前男朋友就是以婚恋为，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自觉。这男的又不是走婚恋的。对，所以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我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比如说我后天就回国了，我回国了之后，我不知道我该用一个好一点的态度和他说，还是说因为我是觉得他说报销，然后而且是我生日都已经过了，我现在其实是有点不开心的。这个男的大你多少？12岁。那他是维内对吧？对。他又不能跟你走婚恋，你干嘛要跟那些走婚恋的比呢？你要是觉得那些走婚恋的好，你就去找那些走婚恋的不就完了吗？那所以说我回国了，应该态度就是正常和他说，不是态度怎么样的问题，不是态度怎么样的问题，是你想干什么的问题。你现在到底是想从爹爹身上拿点什么东西，还是说其实你是想走正经恋爱的道路的，然后以你的条件也能找到一个还不错的结婚对象？我现在是短暂时间内先不想婚恋了。那你如果是求你的话，你就直接跟他说就好了呀，我要什么直接聊就好了。这个态度不态度的其实不是重点，知道吗？因为你的这个关系里求什么很重要。因为我现在总是觉得，就是他想先让我先付出了一些，然后再给我。是这样子的，这个人呢，他就是很简单，他付了费用，那么他是不是觉得他要享受一段时间的服务，然后他再续费，就是这样啊。对，可是他现在总是让我先，因为他觉得他现在服务，他认为他给你是有定价的，你明白吗？他定价在这儿，然后你现在没有给他足额的服务，他就觉得我不愿意再续费。什么时候你给我服务，我觉得完成了，我再谈续费的事儿，他就是这么想的呀。那我就自己先管好自己的自媒体，然后做自己的事，然后该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是不是？对啊，那你有你的定价，他有他的定价，懂吗？你对于你自己有个定价，他对于你也有个定价。他觉得他付出的够了，你什么时候再搞服务，他再续费。那你觉得我还要给你搞服务，你要给我更多，但他认为你不值那个价，这就是本质。好，那我回去也不要跟他搞什么脾气，搞有的没的，就是正常就好。你如果说觉得现在其实你想想，哎呀，我觉得我是给自己定价定高了，要不就按他这个定价来，那就双方达成一致了嘛。好，知道了。好，行，那行，好，谢谢。好，拜拜。好。你们觉得每一个男的都是什么？上来就夸夸砍？那不是的，大家心里都会有一个衡量标准，对吧？
你对我是什么关系？我们这个关系大概值多少？怎么算？正常的婚恋关系里是一模一样的，对吧？一个男的愿意给你多少彩礼啊，对吧？房子愿不愿意加你的名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因为他心中有一杆秤，他这杆秤如果一旦翻了，他就不会达成你的诉求，对不对？有的姑娘说，哎，为什么我跟这个男的谈了好多年的恋爱了，然后最后谈彩礼的时候谈崩了，结果后来他去对碰，好短的时间找了一个姑娘，彩礼要的比我还高，结果他跟人家结婚了，为什么？一个意思啊，对吧？他跟你谈了好多年，他觉得你在他心目当中已经是一个熟的不能再熟，没有任何新鲜感的一个状态了。那他这个时候你让他付出，他只愿意付出比较低的成本，他觉得熟门熟路，对不对？熟门熟路，我干嘛还要花那么大成本呢？但是他现在啊，发现你要的价太高了，他觉得那没必要，那我还不如去搞个新鲜的。我去弄个新鲜的，我起码来讲的话，对不对？男人嘛，他喜欢新鲜劲儿嘛。我愿意付出那么多，我为什么不去找个新鲜的？他会这么想问题，你知道吗？他并不是因为跟你时间长了，他反而觉得你更值，他不是啊。所以每一个人他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价值评判体系，对不对？他觉得新鲜更有价值，他不认为你还有什么，他觉得能接就接，哎，不能接的那也无所谓，他是这么个想法，对吧？他但凡愿意提高成本，他就愿意换个新的，就是这样。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预约连麦，或者是怕跟曲曲的直播走丢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喂，听得见吗？哎，说话你说。哎，我这边没有听不见你的声音哎。听不到吗？听得到我说话吗？现在听得到，现在听得到。你说。曲曲你好，我看一下我的稿子哈。我之前来连过你，然后我先说下我的问题。我当时的情况呢，是我还在起跳阶段，断联了差不多半个月。然后我的核心诉求是推进正常的一个婚恋关系，然后希望能够最终进围城。想要曲曲帮我判断一下这个男的是否可以选，和他推正常的婚恋是否有可达成的那个可能性。还有就是如果这次我们和好，我要设立什么具体和好的条件，以及后面推婚恋我要具体怎么做。我先说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32岁，是在新一线城市双一本，工作有一点小光环，年收入大概20个 W 左右。长相的话6分，比较普通，然后家庭也比较普通，给人的感觉可能是邻家小姐姐的感觉。然后这个男的他是36岁，比我大4岁，未婚未育，出身家境很差，但是通过自己工作上一路打拼，然后靠自己现在1年可能稳定的有3个 W， 全部身家多少个 W？ 300个。300个，对。然后呢？然后他自己全部身家大概2000个左右吧，外形可能只有5分。他平时对自己很节约，也很抠，也不太注重形象。我和我这个男嘉宾是正常的婚恋关系，我们在一起10点半也比较和谐。他其实多次有提到这个点哈。然后相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不是个特别大方的人，付出意识也不强。然后他自身对自己也很节约，就是那种吃什么穿什么都是可以的。我们总共认识的时长大概有5个月。我先说一下我们的故事。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认识1个月不到吧，就发生了实质关系，但是付出很少，可能也就几千个米的小礼物。相处1个月之后，我发现他的他的前任是他的工作上的助理，2个人还在一个团队工作，而且会有很多的联系。我之前听他说他跟他的前任分手是因为
感觉性格不太合，10点半也不太和谐，然后在一起3年多，一直没有走进围城。后来呢，我就发现2个人其实还没有实质的分开，还是会有实质的关系。看了您的直播呢，我觉得他这种应该是在骑驴找马，然后找到了我，无缝衔接了。然后我第一次起跳了，目的是为了让他断干净。他让我给他2个月的时间去处理他的前任，我也答应了。然后起跳之后呢，他其实给我转了一个小小的红包，就5200。因为我想的是正常的那个婚恋嘛，我也没想着要人家大额付出，然后我们就和好了。半个月之后呢，我是通过看他手机，就翻了他手机，他其实那天在给我转5200的同时，也给另外一个女人，就不是他前任，是另外一个女人也转了一个5200。然后同时他那个前任还在微信里面管他要包包，然后我就又起跳了。这一次起跳我就彻底把他给拉黑了。然后隔了半个月之后，他又来找我求和，然后这次求和呢，我就稍微就是要求开了让他给我买了一个4.5W 的礼物，他也就是半推半就的也给了。所以说我们在一起5个月，然后一共差不多付出5个 W， 都是通过2次起跳给的。平时的话就是正常的正常的谈恋爱，就是正常的花销，也没有其他的付出。之前我连你了，你是跟我说他是个多偶，然后其实我也是能够接受多偶的，但是前提我是想要有身份的去接受对方多偶，并且我是也比较在乎对方对我实际的物质付出才可以。然后经过前2次的起跳之后呢，我就开始温水煮青蛙，我对他就很好，因为我知道我跟他的价值其实差距挺大的。我就对他很好，很温柔，也很体贴。我就在等他再次出状况，然后果然不到2个月，在温水里面泡着，然后他又开始心猿意马了。然后就国庆的时候，我发现他还去约会其他女嘉宾。我不确定，我没有实锤的证据，他约会的那个对象是他前任，还是之前那个5200的那个女的，还是说他新的女嘉宾？反正呢，他就是出去跟别人约会了。大概呢就是吃晚餐的时间，没接我电话，我发现他在骗我说跟他妈吃饭，但是他没有跟他妈吃饭，是跟一个女的吃饭。但是大概率那一次是没有什么10点半的，因为我没有预留那么多时间给他，就被我中途给搅乱了。我现在其实有点后悔，我觉得我自己温水煮青蛙的这个时长太短了。我本来预期是想3个月，但是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自己也有点上头。然后后来在我的逼问下，他就说他其实国庆那次去约会吃饭是某个领导给他介绍的一个客户，有一点谈客户的性质吧，但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相亲的性质。小姐，你快速提问啊，你时间不够了，你快速提问，你时间不够了。行，我现在已经把他拉黑半个月了，然后他现在又来找我，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没有什么能够跟他，就是说如果我想继续跟这个男的在一起，我要提什么样的和好条件，或者说你帮我判断一下这个人适不适合推婚恋？从我的判断上来说，我认为他不会跟你推婚恋。虽然说你也可以有各种尝试或者一直耗什么，可能也有别的主播会跟你去讲。但是从我的概念上来理解啊，我认为这个男的自始至终是不可能把你放入他的择偶框架的，这个是我的理解。他要去跟别人对对碰是肯定的，因为他如果真的找结婚对象，他肯定要去找一个条件匹配的人，或者说能助力于他的，对吧？就算你在要不就是经济条件上匹配，要不就是在比如说后台资源这个层面上能够去匹配他。他有什么必要去做一个扶贫的工作呢？没有必要啊。他多大了？36。他都36都没结婚了，这男的他就是掐尖还没掐着呢，他掐尖还没掐着，对不对？他自己1年挣300个的人，他还想掐尖呢。他也不大方，他又不是那种愿意花米花花的出来泡妞的那种，他又不是这种男的，他还想再更上一层楼呢。所以你们搞这种男的，我觉得你就是尽量的去求米吧，你能求多少是多少吧。但是你不要老是去想着什么走婚恋什么这个一个二个的，压根儿都不是很现实。你真的有点耽误时间，真的耽误时间。明白。您刚刚说的那个尽量求米，那我这次如果说他要跟我，如果我尽量的跟他和好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像上次一样的那种就是惩罚机制啊之类的？
明白。还有一个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圈子，虽然不是一个公司，他是一个很爱惜自己羽毛的人。我本来想他给我一个身份，就坐实正牌女友的身份，如果他答应的话，我就愿意跟他继续。你觉得这个点我可以再努力？正牌女友的意义是什么？不领证也叫正牌女友吗？不领证，对，我觉得现阶段不领证的话，只是公开女友的身份，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的圈子，他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就他给外人的感觉就是很正直、很精英的一个男的，他很爱惜自己的羽毛，那他应该不会公开你。哦，明白。你有试过吧？应该。我没试过，这一点我还没试过。你要试你就试吧，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公开你啊。你说他什么精英男的形象，什么圈子这个那个的，那我告诉你，对于他们来说，能够被公开的女生，她就是个铂金包，懂吗？你是不是个铂金包？你让他公开了，所有的人一看到，哇靠，牛啊，是吧？你是不是个铂金包？哎，对不对？你精英男人设靠什么维系呢？如果旁边的女人不能衬托，他那些东西还不是个空壳？明白。好的，那我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我就这次看一下您给我的那个让他下米的这个建议，看能不能实现吧。不能实现我就直接撤退了。好，拜拜。好，谢谢主持，拜拜。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完美人设，他不是需要多维度交织的一个结果吗？是不是需要多维度交织的一个结果？他有什么道理把你去公开化呢？你是一个，他年入300，你年入20，对不对？他把你公开的意义是什么？对他来说，那他宁愿再给你买个包。说实话，他宁愿给你买个包，给你是吧？给你评一下，对不对？你让他去展露这种社会形象，对他来说有什么价值吗？没有价值啊！你们是不是会觉得我们在讲感情的时候是讲特别特别的现实赤裸，好像把每个人都衡量的？但是我说实话啊，从我这么多年的观察下来看，当条件好的男男女女走上社会之后啊，大家真的就不会那么单纯了。就是在学校里的时候，确确实实是有那种非常单纯的青涩的非常以爱情为导向的那种关系，但是一旦大家走入社会啊，碰到的诱惑太多了之后，然后人跟人之间产生了非常明确的对比，你很难真的去找一个跟你条件悬殊非常大的人，你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有一点没面子，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有点没面子。这个无关说你到底相不相信爱情或者怎么样，而从社会层面上来说，你就是会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跌份儿，这个就是人性本能啊，对吧？因为人家的男朋友也会找女朋友，你身边的哥们他们都有老婆有女朋友，人家这个老婆是干嘛的？当法官的，那个是当律师的，这个家里是什么医院的背景，这个家里是什么大苹果，这个家里那个老爸上市公司老板。怎么？你说我老婆家庭主妇，是不是？就他很难，你很难让他去突破这件事儿，他自己无法说服自己，懂吗？他说服不了自己。那你就是说白了，你能够放弃这种1对1的执念，就这么默默无闻的跟着的过程当中求付出，这个已经算是你对这段关系的交代了。当你们把这个执念放在想要跟他去进行1对1关系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的贪婪呐，对不对？因为从那个男人的视角上来看，他认为你就是不匹配的，你为什么要贪婪我的1对1的关系？你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在我这里获得我对你唯一的关注度呢？他觉得你拿不出任何东西出来做置换，懂吗？他就会觉得自己划不来。哎，讲这些东西容易被抨击，我这个人我憋不住，讲实话。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的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预约连麦，或者是害怕走丢了曲直播间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你别说精英男了，你哪怕现在我跟你们说，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在大城市奋斗的一个小青年，他都有非常强烈的攀比之心，知道吗？如果说他在大城市已经立足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呢刚刚从什么外地过来，想要去投奔他或者干嘛的，然后呢你原来可能就收入在小城市收入3-4千，他在大城市可能收入100-200块，他都看不起你，真的，他都会看不起你，他都会觉得他是在大城市能够养活自己的这种能站稳脚的，他心里都会有这种感受呢。你还别何况是那些什么所谓的精英男了。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喂，曲曲，能听到吗？可以，你说。是这样的，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我今天想咨询的是正常的婚恋关系，然后我的基本盘呢是30岁，然后离异，有一个女宝宝，目前呢是跟着男方，颜值呢是6-7分，身材很好，学历的话呢也是名校毕业，年收入的话呢是在80到100吧，目前这个手里的就是资产呢，就是没有固定资产，但是我的手里的这个现金的话呢是不到200，然后原生家庭呢是很一般，目前呢是在2线城市。我现在呢有2个男嘉宾，1号呢是一个2代，他比我大1岁，单身，家庭条件很好，也是。可能开的车呢，可能是几百个 W 的那种，在一起1个来月吧，付出了2个 W，然后呢，因为他现在从事的那个行业呢是一个就是地产行业，因为那个恒某大事件，可能他就是影响比较大一些，所以就目前是处于一个焦头烂额的一个状态。之前刚认识见第1次面的时候呢，见完之后他紧接着就出差了半个月，没有见，回来之后呢，见了1次，然后爆出这个事件之后呢，就是又很长时间就是又没有见面，目前就见过3次面。然后我跟他说的是我目前是单身，然后没有这个离异带娃的情况，我没有告诉他。不要违规啊，你已经违规2次了。不好意思，就是我记得去说过，就只说加分项不说减分项，这是第一个。目前呢我们只在地球号上聊天，然后我算是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个，但是他回应我的话呢，可能就是可能隔很长时间会回应我，这是第一个，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很上头，你们见过面吗？第二号男嘉宾，你们见过面吗？见过3次。好，接着说。然后2号男嘉宾呢是一个大我20岁的一个爹爹，资产的话呢，应该是有一个小目标吧，也是一个苹果，他比较积极的和我推进关系，然后他现在呢是跟一个企业呢在合作建厂，所以呢他的米呢现在目前是都投入进了这个建厂里边，目前呢跟我的付出是不是很多的，但是我跟他说，如果是我们要确认关系，可能你需要拿出诚意来，然后他说等到下个月的话呢，会给我换一辆车，就是可能在40个 W 左右吧，然后我才会跟他去确认关系，然后他也知道我现在是这个出围城，然后知道我目前的情况，然后他也不介意这些，然后他也是想跟我进入围城，然后我说要进入围城的话，可能你需要跟我去就是买一个房这种类型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这2个人的话呢，我对目前的这个入围城这个需求不是很大，所以我现在就想着可能
就是让我的生活层次更高一些，这是我的一个主要诉求。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因为我有个宝宝，我想着是，因为也2岁多了嘛，我想着可能让他将来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教育环境，我想着去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学区，这是我的一个主要诉求。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应该怎么去跟这2个男生去交往，就哪个会更适合我一些，然后就是我目前的话呢，不太会去跟这2个男生去往下继续去接触了。你这俩人都还没付出个啥呢？需要你现在开始做决断吗？没有。那你在这问啥呢？你就让他们好好表现呗，谁表现到你满意了再说呗。但感觉那个1号男嘉宾呢，可能不是很上头，2号嘉宾不上头就更不用考虑了。那你有什么好琢磨的呢？人家都不上头，人家没说要怎么着，你还选上了，你还挑上了。你需要思考吗？这个问题？可能我有时候会给自己的这个，感觉就是自己可能给自己去，就会自己在脑袋里想一些。你想什么东西？你想这？你1年挣80个，你能不能先把那剩下20个补齐？你能不能先把自己80个上升到100个？你想想这个行吗？你想的都是些啥呀？而且你1年挣80个，你现在开的车是什么车啊？破车？是一个20个 W 的。为什么你还在开20个 W 的车？人家给你换都只换个40个 W 的，我都没听明白。我说咋哈的？你1年挣80个，正常来讲的话，你不自己早都已经至少有个40-50个 W 的车了吗？怎么还开的个20个 W 的车，还等着爹爹来给你换40个 W 的车？这是个什么情况？那我要跟这个爹爹相处的话，我应该是怎么去提这个物质方面的诉求呢？我都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跟这个爹爹相处？你要为什么要跟他爹爹相处呀？啊，这老头有啥呀？他还没见着个啥呢？对，是的，他下个月可能有几千个 W 的一个进账融资，所以他说下个月会给我换。然后我们现在也没有去推进关系，但是他会每周都会见我1次到2次吧。是这样的，目前。然后等到到账之后，可能到明年每年会有一个1-2千个 W 的一个固定进账。妈呀，你在什么城市啊？我在2线城市。你这个爹爹苹果下海，他多大了？50几岁了吧？对。他能有什么？以后平均每年能有1-2千个的进账，这饼咋给你画的呀？因为我也是介绍人当时跟我说的，因为我也专门问了介绍的那个中间介绍人，他说是这个情况，然后真能扯，我只能说就是3个字，真能扯。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一些商业用地啊什么，他都给我看了一些资料，这样啊，你要是实在是喜欢的，你就先等等好吧，人家先给你把这个40-50的这个饼先给你对了再说行吗？咱能不能不要提前预想这么多问题啊？我现在屁也没看着呢，你就开始让我帮你衡量，在没有任何的数据指标之前，我是没有办法帮你衡量任何东西的，所有的东西都还是个饼，我啥也没见着呢，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思考的意义是什么。那也就是说我等着他给我兑现了之后，我再给他进一步往下相处。对呀，当然了。那你比如这个爹爹的话，我可不可以？你比如他可能，如果是真的建了关系，我可不可以要求他给我多少个 W 的一个诉求？还每年提这个要求？可以，你想怎么提都可以，先把第一个到了再说好吗？还可不可以？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干什么，能不能咱先把第一步搞完？可以。你帮人把这个饼画的是又大又圆，还撒芝麻。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这个年轻的这个，就是第一个1号嘉宾的话呢，他之前承诺我要给我买一个礼物吧，然后因为我见不到他，我总是就是我想让他去陪我买，他也没有时间去陪我买，所以我可不可以自己去转，看到了之后我让他就是给我转米，我自己买，就是可不可以？也可以是吧？可以。你一年挣80个，你干嘛呢？你怎么这么闲呢你？就是感觉自己可能从事的行业正好赶上了一个机会，但可能会很长久。钱是还可以。好好搞搞事业吧，好吗？好好搞搞事业吧啊！这种男的，你怎么看来看去，他也跟你报销不了多少米，哎呦，挺耽误事儿的，真的。那这种，如果是这种2代的话，他如果是要，假设哈，就是想往下相处的话，应该是要怎么个相处方式呢？这2个人的相处方式，是不是要区别对待一下？还是你去1v1吧？还是要你去1v1吧，好不好？你去1v1吧，把2个人具体的情况拿出来剖一下，别你自个儿在那想象了。我告诉你，你这种客户我都见多了，你们跟我传达的东西啊，跟我们最后实际看到你们里面产生的东西根本就不一样。你完全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全部是自己上滤镜、上光环脑补出来的，它都不吻合实际情况。行。当我看到你的故事全盘故事的时候，我跟你表达出来的东西，肯定跟你自己对这个事儿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不好？好，就这样。行，好的，拜拜。真的好多，我们这儿遇到好多客户都是这样的，他自己聊的东西跟我们看完他的聊天记录之后，我们get 到的东西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他们自己可能给自己下滤镜了，每天成天自个儿给自个儿洗脑，知道吧？就是人家跟他画了2个饼，他就已经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他都觉得这个男人就已经是这个男人对他已经非常非常之上头了，他觉得这个男人非常非常之爱他，非常非常有诚意，在我们看来全是骗，全是饼，而且还是多线发展，他们都看不懂。你说这我不了解实际情况，我跟你在这闹着玩呢，我跟着你的思路走，跟着你一块跑。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我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怕把曲的直播间搞丢了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聊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就见了3回面。大概率也是个围内，还推婚恋呢，推沟里去了。你们一推一个准，绝对往沟里塞，知道吧？都属于一推一个准。Hello， 你好，谢谢，能听见我说话吗？可以，你说。就是我想让曲帮我判定一下，就是对方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男人，就是我要不要跟他继续，是委外的关系。然后我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一名主播，然后收入1年大概在30到40W 左右，在4线城市，单身是4年，然后今年33岁。然后对方呢是在直播间里遇到的，他就是一共在直播间当时是刷了15个 W， 然后他途经我这个城市的时候，为了就是招待他，然后见面，但是喝多了就10点半了。然后呢，他今年是55岁为内，10点半的时候他自己说要资助我30个 W 帮我买房，紧接着他就回自己的城市了。没过2天呢，我没有想到他又回来找我了。找我之后，我这个时候就说我要个定心丸，然后他就说你太着急了，那个我本身是要走的时候想在车上跟你要卡号给你转10 W 呢，但是最后就是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给了我15个 W， 但是他说他还是不喜欢我开口，就是该给的时候他主动会给。紧接着他就是邀请我跟他的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半个月，他说我玩的过程当中会把剩余的15个 W 给我 sorry， 但是呢过程当中就是我有2次开口，第一次他说我会给你的，第2次都已经旅行结束了，我都要回我的城市了，然后呢他说我忘了，我不就是这个事没有，不然你找聊天记录什么的，然后他就有点这种气急败坏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兑现了礼物的环节，就是当时说好的就是买包跟那个项链一共是8W，
他都给兑现了。紧接着就是我回来开始就直播了，那么他在20天以内在直播间刷了30个 W， 其实是相当于把剩余的15个 W 就给我了。现在我们的情况呢，就是每天都紧密联系，他各种查我的行踪，对我控制欲极强。然后他自打10点半以后3个月的时间以内到现在，就是共计在直播间刷礼物是65个 W， 转米是15个 W， 礼物是8个 W。那么就是他跟我提了一个诉求，是想让我去他的城市，他说他很孤单，让我去他城市陪他，然后给我买一套100 W 左右的房子。我不想去，然后后来他又说那就明年的时候等房价好一点的时候，在我的城市资助我买个房子，但是没说金额。那我的问题是就是我的基本盘非常差，我家是农村的，我年纪就是33岁，然后目前我的存款只有50个 W， 然后我是一个20 W 左右的车，就是我要不要跟他继续搞米还是断了呢？就是他跟我爸的年纪一样大，我就有的时候心里很难受。然后他也经常给别人刷，他尤其是会资助那些原生家庭不好的女生们，就会去给他们狂刷的那种。然后他本人呢，对我的情绪价值也是有的，就是会教我做饭、买衣服、买鞋，就还很关心我的生活的这种。但是我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还挺内耗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路口里面，我不知道是选择继续还是斩断去。我说完了。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你这个问题我是回答不了的啊。我们呢，既不劝那个什么从良啊，我们呢也不劝那个良的，就是搞的，我们永远都只会说，当你想搞，我告诉你怎么搞，这个是我干的活儿，但是我不会帮别人做选择。你到底是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爹爹，我还是正经，这两件事它是根本就不能放在一块儿去对比的。一个是获得物质牺牲这个所谓的爱道德压力，另外一个是可能就是丢失这个物质，但是呢我保全了自己的那种所谓的初心吧。这两件事本质上它根本就没有可对比性，一个是苹果，一个是甲鱼，你懂吗？这两件事儿它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必要拿在一块比，是你自己觉得什么对你来说是你现阶段更想追求的，那么我告诉你，你这个追求怎么弄？我现在就是很矛盾，就是我其实面临的倒也不是道德，我面临的是什么？我的年纪在这放着，我是要追求婚恋、结婚生子，还是我再跟他纠缠，再纠缠一套房子，明年以后再去这样做？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想结婚生子，那么你就现在立刻马上搞。如果你是想什么跟他2年再结婚生子，你就别想了。那你这是扯淡的话，知道吧？你这纯扯淡。为什么？因为什么呢？你就算跟了这个爹爹2年，你最后找结婚生子的对象，也只是找一个现阶段你能找到的差不多的水平的。对呀，那你这个2年干嘛呢？如果你最终落脚点是落在我想找个平凡的人结婚生子，过一个平凡的小日子上面，你就现在立刻马上搞，你就不要在这中途什么搞米搞这搞那了。搞米是干嘛？搞米完全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物欲，提升自己的眼界，你只会让自己慢慢的越来越趋近于一个想要更多的状态，并不是因为我搞了2年米之后，然后我再去回归什么普通自然人的生活，那回归不了的，你们扯淡吗？那不是。你想结婚，找个普通人结婚，现在就结啊。曲曲，那你就是通过我刚刚的表述，就是能判断一下他属于哪种类型的男人吗？伯乐，基于伯乐跟黄丽娘中间吧，他还是比较，这男的还是很大方的，挺大方的一个人。确实是很大方。他上次就是有跟我说，就是在云南那边，他不想让我做主播了，说我给你开个客栈吧，咱也不用投太多，投个就是60到70左右。就我当时给他回答，他也不是很满意，他为什么没有把剩余那15 W 给我？是我觉得我跟他心不在一起。我当时的回答是说，我不想跟你太多的关联。然后他当时可能就是猜到我的心思。哎呀，姑娘啊，要实在是不想搞米呢，就回家睡觉。真的，别逼着自己按头消费，知道吧？你也挺累的，我听你讲话我也挺累，我替你累，真的，我真的替你累。你不想搞米，别人要把那个米给你，你还嫌那个米脏。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真的不适合走这条路，何必呢？对不对？哪有这种搞法呢？别人花米花的，别人心里也不痛快。说实话，这个世界上想搞米的女的多了去了。
对不对？也有很多任君挑选。所以说我觉得呢，所有的东西它要讲一个双向达成一致的结果。你的内心如果这么抗拒这个人，这么抗拒这件事儿，你何苦呢？你搞得也不舒服，别人给的也不舒手。是，我就是又贪恋这点钱的米，对不起，然后又就不知道说，而且我当时为什么大前提说我说单身4年，就是我觉得我即便跟他分开，我再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好像也很难立刻找得到。我觉得这段时间又浪费了。你别妄想找一个经济条件特别好的结婚对象。这种事情啊，那就是你老想这个事儿，最后把你的时间全耗完了。你本来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青春了，说句实在话。是。你只能，我说了，你现在能找到的对象，跟你2年以后搞了爹爹的米找的对象，其实是一类人。如果你就是最终要落脚到我要跟自己自洽，我要找一个平凡人结婚过个小日子，那么你就从现在开始找，你不必等到搞这个爹爹搞2年再找，毫无意义。那我大概清楚曲曲给我的建议。还有问题吗？没有了，曲曲，谢谢啊。拜拜。拜拜。我跟你讲，那天我妈还骂我来着。那天也是另外一个姑娘，也是的，一个男的给她花了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姑娘呢，她就说她想回老家跟她的一个什么老家的一个男孩子结婚，说那个男孩子是个富2代，也能给她什么一点米让她开业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我那天也是没有跟她给确定答案，我那天就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说这2者之间我不能帮你做选择，因为一个是不能走婚恋的，一个是可以走婚恋的，对吧？一个是给米的，一个是给你所谓的想要的那种好像平凡的甜甜的恋爱的。我这2件事本质上来讲，它就不能放在一块儿，让我帮你做选择。然后那天结束了以后，我妈就在那骂我，知道吧？她非要说我应该跟别人给选择。她说你前面那个男的跟他给那么多米，你都不让他选，让他去找后面那个。我妈就说，因为前面那个男的，我当时说半年还是1年，跟他给了1-2千个，还是多少？他说你就应该跟他说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肯定选第一个。我说这我怎么能这么跟他讲呢？对不对？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2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它代表的是你追逐的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啊，对吧？不是所有的人他都那么想要米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爱的，对吧？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我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去强加到别人身上，知道吧？而且我告诉你们，我告诉过你们了的，我为什么我的女性朋友这么多呀？为什么我身边的女孩子她们彼此之间可能彼此勾心斗角玩，今天这个说那个不好那个的，但是对我都一概的很服。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我哪怕再认同一种生活，我都不会强行把别人掰进来。我就这样，我个人是我个人。你们知道我跟你们讲过了的，我从小到大我身边就有很多大佬圈子，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混迹于大佬圈子当中的一个人，我喜欢向上社交，对吧？我喜欢在这个里面去观察去听去看去干嘛。但是我身边的女孩任何时候如果不是她们真的想跟我参与这种大佬的这种圈子，我是不会主动非要跟他们说，哎呀，你要参加这种大佬圈子有多好多好，我不会的。就是如果你不求着我跟你给资源，我是不会给的，就是这样。只要你跟我说，你跟我开口，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都可以帮你去嫁接，可以帮你去引荐，我可以非常无私的把我的资源都奉献给你。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认为这个对你来说是资源，你认为这个对你来说是好处，而不是把我变成了一个什么角色，好像我在拉着你去做一个你不想做的事儿，对不对？因为有些女孩子她会觉得她内心当中不认可，对吧？她会觉得我参加这种局干什么呀？这种应酬跟这种爹爹这个那个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哎呀，特别烦。哎呀，你把我弄过去的话，我都觉得这不太好。如果是这种，不好意思，我是绝对不会，哪怕这个女孩长得像天仙一样，
我都不会去试图去跟他洗这个脑，说，哎呀，你一定要这样，你要跟这么，不会的，我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要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当贵人，我不能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去当仇人，这个是重点，这个是核心，是他想要什么，我帮他达成了这个目的，那么我是不是就成了他生命中的贵人？我成了他生命中的女伯乐呀。所以为什么他们最后跟我关系都好，就是这样，因为我只帮他自己有诉求的人，我就成为他的伯乐女。如果这个女孩是被我硬掰着来我的圈子或者干嘛去跟别人嫁接这些，她会觉得你为什么要逼良为那个啥，她会这么想问题的，她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我不喜欢这种圈子，你要我觉得这种圈子一点都不好，对不对？那我成他的什么了？我是不是就成为他生命当中把他拉下水的那个人，对吧？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说在这两者之间，我不可能跟你们，我告诉你们说你该选哪个不该选哪个，不会，一定是你更想追求那个，那么我告诉你这个追求怎么追求能够结果最大化。如果你自己心目当中对这个东西都不明确，那么你就再想想我不可能用我，你知道吗？人一定要学会为自己的决定买单。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你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是追逐物质还是追逐情感，对吧？你到底是追逐自我奋斗还是追逐这个叫什么走雌竞？任何一种选择在我这里看来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绝对的所谓的什么什么更好或者是更差，没有。但是我很清楚的是，任何一种选择都面临着一种放弃。所以说没有任何一种选择是完美的，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所有的选择它都是有缺憾的，它只能更加趋近于你当下的心境，而不是永恒的。可能你这2年选了，你过几年也会变，但是起码你能知道的一点是，当时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我真心想做的，而不是被别人游说的，被别人强迫的，对吧？被人强迫了，被人游说了，如果你这条路没走好，回头你就会怪他，我当初就不该听他的，我走了那条路该多好。无论你选了钱还是选了情，你都会想回头，因为本质上任何一条路它都不平坦，它都只能获得一部分，对不对？那很多人就是这样啊，他追求了钱以后，他就想着当初他在追求钱的路程当中，他觉得这个爹爹辜负了他或者怎么样，他会想着当初有个男人，哎呀，我跟他2个人是真爱，但是我没有选择他，我当初选择了这个爹爹，就是因为听了那个谁谁谁1、2、3、4、5说选择钱更重要，对吧？他选择了情，他选择这种纯粹的感情，然后呢，其实明明是他自己做出选择，但是呢，他觉得，哎，当时这个谁给了我意见，那个谁给了我意见，然后最后呢，他被柴米油盐困住了手脚，他又在想，当初有个爹爹给我抛来了橄榄枝，我没接，我觉得我他妈的为你牺牲好多，对吧？无论你做哪种选择，如果这个选择你不能充分的为自己买单，你最后都会把这个归咎于别人的问题，你无法变强大的，而且你无法深度自查，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未来的人生走得更好，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内核变得更强大更稳定，对不对？所以你们在我的直播间，你们听得越久，你们就越会发现我们的直播其实做得好，它的好的点其实是在这儿，很多同行他都不理解我们的好到底在哪儿。我们的好就是在于我不会让任何人按头消费，我一定要慢慢的去让你自己意识到你自己内心的选项，然后我再去告诉你基于你自己内心所想怎么把结果最大化，知道吧？好了，我们那个直播时间到了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最后左上角点个关注。然后我们的直播呢是一个游击战直播，因为你们知道现在网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评论特别的多啊，所以说呢，如果喜欢曲曲或者是想要支持曲曲，想要一直跟随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圈圈，找到我们的大本营。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啊，找到粉丝群，然后呢，小助理会告诉大家怎么来链接我们的大本营。好不好？然后不要相信任何人给你们发的某私某信，也不要相信任何直播间里面评论区给你们说的什么金贵这个那个，我们是不会主动给大家发某私某信的，好不好？好啦，今天就这样啦，我们下播啦，拜拜，拜拜，拜拜。